Hello，兄弟们，Hello 啊！罗伊斯离队了，攻斗失败，走人了。蘑菇，我没弄头发呀，没弄头发，睡成这样。还行吧，很挫吗？电视机声音小一点。今天没有比赛啊，今天不解说，今天没有解说任务，兄弟们啊，今天这个我们就评球啊，聊个1个小时1个半小时结束了。今天昨天摔了也要道歉说的，离谱。FM 今天算了吧，等那个休赛期在 FM 再开始，好吧？啊，休赛期在 FM 再开始。今天我们还是以评论为主，明天解说2场。本来昨天我看错了，知道吗？我以为嘛，今天是阿森纳跟伯恩茅斯，然后凌晨是曼城跟这个谁？凌晨是曼城跟狼队。我想着今天呢，我就曼联、阿森纳跟伯恩茅斯，我想放假了，我正好出去溜达。结果我一看哦，我今天一起来一看，我3号看搞错了。昨天凌晨看的啊，所以说明天呢还是播2场，明天播一场7点半的阿森纳跟伯恩茅斯，播一场曼城跟狼队啊，2场英超争冠战啊，明天我们都会在啊，明天我们都会在啊，明天都会在。啊，罗伊斯走了不很正常吗？我之前就已经说过，罗伊斯这个赛季打完之后大概率是要离开多特蒙德的，原因非常简单，是因为罗伊斯他这个宫斗啊，已经是跟这个叫泰尔基奇啊，就是没斗过啊，宫斗没斗过啊，那他从这儿走很正常嘛，对吧？你这个东西，你包括多特的管理层，包括多特的主教练啊，包括现如今他整个球队的这一系列这人，虽然呢一直在辟谣说罗没宫斗，但是大家都知道，越是否定什么，越是有可能发生什么了啊，所以说呢，他们这种行为呢，我觉得最终搞个罗伊斯没弄成很正常，反正我是觉得啊，我一直认为罗伊斯今年要不退役，要不离队啊，要不退役，要不退役，要不离队啊。今生只恋不那屋，怎么看滕有意执教拜仁？快船生死战怎么看？滕哈格有意执教拜仁，这个目前来看的这个消息不一定属实，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曼联不会换帅啊，我个人感觉，就如果是我的话啊，我还是那句话，滕哈格有意执教拜仁，但是我觉得曼联不会换掉他，所以说滕哈格就不会去拜仁啊。虽然呢，可能滕哈格自己得让他选，他肯定选拜仁，不选曼联，因为众所周知曼联不好带，对吧？拜仁虽然也不好带，但是拜仁最起码人强一些，曼联人菜嘛。但是呢，他就跟曼联有合同。啊，曼联不会换掉他的，因为现如今整个足球市场上，比滕哈格更适合曼联的，还能背这个锅的啊。下赛季滕哈格的年薪还降到650万了，是吧？那么基本上没有，啊，基本上没有。你现在请孔蒂，对吧？孔蒂首先不说合不合适，跟老板之间合不合适，跟那个要不要花钱，不管就是工资就要上去，对吧？滕哈格现在只剩1年合同了，相对来讲风险最小啊。其次呢，待这么长时间了，也提拔了一些年轻人，对吧？明年下窗再给他点时间，滕哈格再待1年再看看，我觉得是曼联最好的一个选择。现如今去换帅，绝对是非常非常不理智的，啊，所以讲呢，我觉得，拜仁有意滕哈格，但是滕哈格不会去拜仁，知道吧？滕哈格不会去拜仁。现在呢，拜仁慕尼黑的这个拜仁慕尼黑的这个，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拜仁慕尼黑呢，相当于一个条件非常不错的女孩，但是呢，身边呢围着一群非常鼓噪的。非常喜欢闲言碎语的，这种叫做嫡蜜，然后上面还有一个难搞的妈，
啊，还有一个难搞的妈。哎，我记得今天我在哪看了一个神评啊，神评就是说拜仁这个选帅的问题，他这个真的是说的很好，我看看啊，看应该是神评，关于拜仁的这个选帅问题啊，就是说。我想找不到了啊，什么意思呢？我记得是这么说的，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女神啊，如果你是个女神，大家可能都会很想追求你。如果你还不能要求自己的教练员，如果你还不能要求自己的另一半犯一点错误，那么大家可能要想一想了。如果你的身边跟着一群七嘴八舌的闺蜜，天天对你挑三拣四，那么可能大家又要望而却步了。如果你身上如果你背后还跟着一个难搞的妈，那可能大部分人都要跑了这个拜仁现在就这个情况。我感觉跟批评图赫尔最近的这个言论会让教练员对他望而却步。只能说拜仁慕尼黑今年选帅遭遇的滑铁卢，希望能让拜仁高层稍微学会尊重一些教练员。现在这个时代已经变了教练员特别是名帅选择性太多名帅选择太多了下一个马吉拉送的300电池，其看台上是不是有俄罗斯球迷不然穆德里克老是踢向看台。穆德里克昨天的球踢的，如果咱看比赛了，真的老踢向看台吗？你们可能是看了一些这个集锦马吉拉有一说一，昨天我们看我是直播这场比赛了，穆德里克昨天踢的真还可以，有2脚球比较离谱的，一脚是飞了一匹，一脚是偏了一匹，对吧？但是呢，他刚开场就是创造了很多绝对机会的包括有脚兜射，就差那么点就兜射，那个兜射就差那么点，我记得是帕尔默传给他的还是谁传给他的，那个兜射就差那么一丢丢，对吧？所以讲呢，没有这么离谱昨天穆德里克当然了，穆德里克准备射门，然后那直升机紧急避险，为何避险？因为他观察到了穆德里克准备打门这个机长突然言道，机长突然说紧急避险，助手问他为何紧急避险，他说因为我看到了穆德里克在内切，是吧？这人射的有点离谱，但是昨天还行吧昨天还行吧昨天我觉得穆德里克的表现是相当好的。只能说呢，可能有很多评分球迷早上起来看到评分低了。昨天切尔西的大部分球员都很好包括坎塞多、穆德里克是吧？包括这个加拉格尔、雅各松，都不错。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评分这么低挺好的球员挺好的球员。下一个七叶，其实你也算半个情感博主了，评价一下这个什么事件，胖猫事件。我说实话我没怎么关注这个事儿以为是这个今天有人跟我说了，我才大概了解了一下因为我对事件不是特别了解嘛那不能胡扯但是我觉得不管是男是女总有一句话叫爱人先学会爱己爱人先爱己这个对吧？爱人先爱己，这个是第一第一个是第一第二个呢是都说爱情值千金，但是江湖它问路不问心很多时候呢理性一点，对吧？其实既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不管是男是女这种事儿跟男女没关系，知道吗？跟男女没关系也有男的有女的呀，是吧？总归有人受伤，爱人先爱己下一个射频终结者送你呢罗伊斯离队罗伊斯离队了，感觉一些横迷青春结束了，没辙罗伊斯离队这个事儿，很多多特蒙德球迷大概心里应该是早有预料，对吧？早有预料。罗伊斯今年呢跟泰尔齐奇传出的宫斗传言绝非虚妄确实是肯定是有这么点苗头的。虽然最终呢多特蒙德以及罗伊斯极力辟谣，但这个事100%是定了性的100%是定性，就是他们肯定是内部之间跟泰尔齐奇有冲突有矛盾。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印象非常深刻，好像是罗伊斯在某一场比赛中应该是表现特别好，但是呢第2场球直接是1分钟没上，第3场球也是直接轮换直接替补，是吧？所以说他100%他内地里面肯定是有这么肯定是有这么丁点这个内部宫斗的。而且多特这个球队呢，现如今呢他的球队价值观呢也跟像这个拜仁慕尼黑包括呢曼彻斯特 City 他们之间呢有些区别，管理层管理艺术上。
像拜仁慕尼黑呢和曼彻斯特 City， 包括这个类似于皇家马德里包括这个巴塞罗那他们的这种是定位是我是世界级的顶级超级豪门我要为我球队历史就是做出一定的贡献也要奉献出我对于球队我要明白，我在我执掌俱乐部的这个期间，球队历史是被后人所称赞，而不是被后人所痛骂。所以说呢，他在一些续约上，你包括穆勒的行为包括可能未来对于德布劳内的行为包括这个一系列的这些事情我觉得很多时候考虑的范围也不一样嘛考量东西也不一样下一个属于第8周3点池，同样送点，巴斯光年队友、球迷、教练没一个指责，大金子被喷出翔了。同样送点。巴斯光年队友教练没一个指责，大金子被喷出翔了。巴斯克斯人家跟金门哉两码事，兄弟首先呢，巴斯克斯在皇马那什么地位？巴斯克斯是应该是欧冠3连的经历者吧？我没记错吧？是吧？不应该欧冠3连竞争者。他是皇马，我记得很小的时候，那时候一点大，巴斯克斯就在这个皇马就效力了，转着球发点球嘛，我印象很深刻，对吧？转个球上点球点，我印象很深刻。对吧？巴斯克斯首先他在皇马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巴斯克斯呢人家是边前卫，是客串边后卫，对吧？这是第二。巴斯克斯人家就不是打边后卫的，是客串相当于这个地方他就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右边后卫没人了，他到右边后卫去支棱。那你不能说是怪巴斯克斯你不能这个位置打不好，那别人踢他踢不了，只有我能踢这是第二。第三什么呢？第三也很重要第三也很重要，就是呢金明哉他不仅是送了1点金明哉是第一个球也怪他呀，第一个进球也是他的问题我昨天解释过很多遍了，很多人朋友说那个进球怎么样，第一个球就是他的问题，说那球就你换成霍梅尔斯都会进，是吧？他是属于连送2球所以这个东西也是有关系第二个球队地位也不一样，对吧？球队地位也不一样。你比如说曼城，我举个例子曼城现如今是吧？马特乌斯努内斯送一个球。如果说马特乌斯努内斯的失误导致曼城丢掉英超冠军，那么可能马特乌斯努内斯的职业生涯在曼城就结束了。但是如果是凯文德布劳内呢，可能曼城球迷会觉得对他的包容性会丢掉英超冠军这个很牛逼了，但是曼城球迷会对他很包容，对吧？比如说这个利物浦杰拉德一滑倒，很多人辱骂他吗？我觉得并不是，对吧？但如果这个滑倒的人假设这个滑倒的人是加盟的阿姆拉巴特呢，对不对这个东西还是这个两码事，球队地位也很大关系下一个第一个 LA 详细分析1万只王储奇和一只霸王龙打架谁赢？那肯定是王储奇赢了。1万只什么概念？1万只王储奇什么概念？对，你按身高体重来讲的话，1万只王储奇，而且王储奇会用工具霸王龙不会用工具。当然了，霸王龙很可怕，但是王储奇只要输，就是没有这种胆怯之心。就是很多时候呢，如果说你1万对一个，你要有胆怯之心就很难。比如说我这个对你，对吧，群起而攻之，但是我发现我前面被你这个一顿撕扯感觉这个非常的这个叫血腥。那么这种情况下，我后边人就怂了虚了那这样的情况下，你很有可能要吃败仗。你比如说这个叫做对吧？那个老张800破10万，懂，对吧？为什么呢？你说10万人打爆800人吗？对吧？你为什么10万打爆800人？因为你主将带头跑了，你主将带头一跑，世上的人都跑了，那大家都怂了。那如果说这1万个王储奇抛去了这种叫做胆怯之心跟他打，压死了，是吧？是不是这个道理你800人打10万人都赢，那就10万人打爆800人，那开玩笑吗？打一半跑了，那你主将跑了，队员都跟着跑，那怎么整对不对？ADD 齐胜聊一下各个位置最佳年龄段，尤其是在英超，肯定是越年轻越好呀对吧？一般情况下呢，我们之前呢，这个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跟教练组跟以前教练员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说一个球员的黄金年龄在什么阶段，不管是中锋、中场还是后腰还是中后卫，基本上是在27岁左右，是这个球员生涯最佳黄金年龄段。身体状态呢攀至巅峰，
精神啊、经验啊等等是来到了自己最猛的时候啊。与此同时，各方面的机能啊等等还没有衰退啊，基本上就在你的智力、球商和各方面的一巅峰啊，一巅峰。那么现如今呢，足球呢跟以前不一样了啊，因为现在足球呢，这个吃得好了嘛，人都吃得好了啊，睡得好了啊，科技也发达了啊，所以说现在足坛呢可能会在年龄上往后延后一些，可能会到30岁啊巅峰啊，因为说白了，现在人老的也慢，是吧？你看电视机上的女明星长得比我都年轻，对吧？男明星也是的啊，我一看年龄，我去89年的，我一看我跟他年龄差距挺大，那结果我一照镜子感觉比他老啊，所以说如果说你是有保养的啊，有钱的，那你的职业生涯就会长一些。那么中锋呢啊，一般情况下你看你的类型啊，中锋，如果说你是速度型，那么一般情况下32岁之前，30岁之前啊，32岁之后就基本上就下滑很快啊，前锋一速度型啊，你像这个叫做那个谁呢，C 星米这样就属于这个边锋啊，速度型啊，包括萨拉赫是吧？那么如果说你是侧影型的中锋或者侧影型的边锋，你可能踢到35、34都没问题啊。如果说你再看中场，如果你是靠身体的防守型、拦截型也是一样，32、3岁。如果说你是靠意识流的啊，可能能踢到34、35啊。中后卫呢，是职业生涯会长一些，中后卫啊，中后卫如果是范德温这种类型的，可能32、3。如果说是这种范戴克这种类型的，能踢到34、5，第二个席尔瓦踢到40都能踢，对吧？啊，边后卫职业生涯相对较短，边后卫像卡瓦赫尔还没这么老呢，感觉已经衰了。为什么呢？卡瓦赫尔确实他靠速度吃饭的，边后卫频繁面对冲击嘛。守门员是最特殊的啊，守门员在如今这个时代，人守到个35、6、37、8、38、9，一点问题没有。守门员这个位置是最特殊的，因为守门员可以靠选位啊，守门员。下一个啊，说古话别进的，老天爷是公平的，你们记住，老天爷是公平的啊，老天给了你强大的身体素质，给了你比较能够轻松面对比赛的速度，就不可能再让给你1倍的速度啊，因为如果你在球场上跑得比别人快，你踢球就比别人简单，对吧？这是老天爷赋予你独特的魅力，就是我跑得比你快，我踢球比你简单。姆巴佩踢球就是比这个伊涅斯塔简单，对吧？姆巴佩踢球就是比这个叫做大卫席尔瓦踢球简单，对吧？他就是相对来讲他更轻松啊，他处理方式。但是呢，你靠脑子踢球的，靠肌肉踢球的啊，你反而职业生涯会长一些，因为你的身体素质对你影响不会特别大嘛，啊。说话没劲的行星送3面池，王总，太祖和恩盛的天命之子 PK 到底谁更抽象，谁能胜出？怎么评价阿隆索昨天无锋阵？我这个人呢，一般情况下就是从来不改，不横跳啊，不横跳，这是我评球的就是预测胜负或者评球的一个这个基调啊。就是呢，你看我肯定也会犯错，也有预测不对的时候，对吧？也有反向预测的时候，但是呢，我一般说谁赢我就说到底。如果说输了，那就慢配不认赔本认潮呗，这有什么？我还是认为巴黎跟多特这场这组对抗，我认为巴黎会胜出啊。但是巴黎跟多特两个教练谁更抽象？登贝莱啊，这个恩里克更抽象啊。登贝莱踢前腰是我这辈子都想不出来的事情。昨天阿隆索无锋阵就是维尔茨顶前面呗，维尔茨顶前面目前来讲的话，对于勒沃库森效果还真是不错啊。这个球员现在可久可实，肯定会非常非常吃香的。昨天有场比赛我是看了回放啊，罗马真不行。如果是穆里尼奥在，去年罗马赢勒沃库森怎么赢的？被狂射10几脚，穆里尼奥一己之力带队取胜。今年为什么不行？没有穆里尼奥，你就赢不了强队，是不是这道理？天宇之球送的300电池。请你觉得自己最像哪种动物，并解释为什么是量词，要用一只。我觉得最像哪种动物啊？那我就一只老虎呗，我感觉，对吧？因为你看我属于是我姓王嘛，那我肯定一只老虎嘛，对吧？一只老虎，100%啊！为什么是这个一只老虎呢？啊，因为首先啊，老虎跟狮子对抗，按理讲老虎是赢的，真的。因为什么呢？就是虽然那个American 那边是吧他们呢就是喜欢说是狮子跟老虎，说是狮子也能打，说5-5开。
但是其实呢，在足球，在这个我的理解当中啊，老虎跟这个狮子打，老虎能赢的。什么老虎它是猫科动物，对吧？狮子呢，按理说是犬科动物，按理说狮子是打不过老虎的，狮子站不起来呀，老虎可以站起来扇它嘴巴子，老虎会啪啪非常矫健，而且老虎的身材更好，老虎也是属于比较特立独行。所以说我是觉得这个老虎的战斗力肯定是强于狮子的，老虎也更灵活呀，所以说我肯定是一只老虎百兽之王，对吧？而且狮子是群居动物，对吧？根本我属于是什么叫做独虎从不听犬吠啊。下一个下一个，狮子怎么能是猫科动物呢？我也不能理解，狮子猫科动物这狮子能上树吗？下一个。他们那边强行归功于猫科动物的，我觉得是犬科，我觉得是犬科。听之优秀300点值，请你觉得自己我觉得是犬科，可以个人有个人的不同见解是吧？没问题吧？按马场青木君做300点值如何评价看电影时，我朋友肘翻爆米花桶洒到我脸上，然后在我耳边低语一声 “so”， 你朋友跟你关系挺好的真是关系挺好的。证明你朋友跟你之间关系挺好，证明你这个人很好相处你证明你是个好人，你朋友更是一个好人，对吧？因为他肘翻了爆米花，并没有假装自己没肘翻，而是在你身边低声一句 so， 意思什么呢？意思是吧？我肘翻了，但是我这个是跟你开玩笑的所以说在你耳边低声一句 so。如果说他是一个坏人，他就肿你脸了，证明你朋友跟你关系真挺好，而你也开得起玩笑，对吧？也没有因此跟他，对吧？也没有因此就骂他罗处证明你这个人也是个好人。所以你们俩都是好人都是好人熟悉第83点值，有外媒报道穆帅可能去拜仁，能成功吗？穆里尼奥去拜仁肯定的肯定的。赶紧点赞吧，一人50个赞穆里尼奥去拜仁肯定的。我翻来想去，我就想象不到穆里尼奥去拜仁怎么踢。穆里尼奥这个教练员，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适合去顶级边角料扎堆的球队，他不适合拜仁这种。拜仁什么呢？拜仁需要两翼飞，拜仁其实适合这个类似于你比如说齐达内去带，我觉得都好一些。滕哈格这种4-1-4-1的高压迫，拜仁适合这样的弗里克，是吧？你像这种穆里尼奥这种足球，我觉得拜仁能忍受吗？对吧？包括穆里尼奥的性格，切尔西纽卡蓝豹送入外电池，球迷气势因为多特非常喜欢回收废品，格策回收这个叛徒，格策相传红梅下滑了都愿意高价高薪接回来，罗伊斯养老都不行，凭什么？宫斗失败了呀，宫斗失败了。罗伊斯今年他是想，据说就是你没看到赛季出了一个新闻据说是多特蒙德内部发生冲突，罗伊斯携带一众球员公开逼宫，要求多特蒙德炒掉泰尔基奇，但是多特蒙德力挺泰尔基奇，干掉罗伊斯。这个赛季中期的新闻，现在看看是真是假，对吧？是真是假赛季中期的新闻嘛多特蒙德内部爆发冲突，罗伊斯率领一众球员公开要求这个管理层干掉这个泰尔基奇，对吧？然后呢，管理层选择支持泰尔基奇，干掉了罗伊斯从那以后，罗伊斯开始做替补席了你这个你这么一想，你看看回想一下这个新闻，对吧？这还有什么说的吗？宫斗失败，自古以来，对吧？功高震主者，要不然你就自污其身，往自己身上泼粪，对吧？老老实实当一个这个痴呆安享天年，是吧？要不然你就这个叫做，要不然你就这个搞宫斗当太上皇，明显他失败了嘛，对吧？那有什么办法？没辙下一个少帅，拜仁有中锋打好防反，有机会。帕里尼亚咋样？拜仁肯定有机会谁讲拜仁去伯纳乌一点机会都没有的，肯定是胡扯的，知道吧？就是这轮系列赛，全世界没有任何评论员，全世界没有任何评论员能够预测到谁胜谁负。我感觉有可能踢点球但是我觉得谁胜谁负不敢说，就是全世界谁告诉你这场比赛，我觉得谁赢谁赢输，这个人肯定是骗子
趁早把他拉黑了，肯定骗子，肯定骗子，就是你除非他觉得我觉得那是没问题的啊，那来句对吧？皇马100%赢，拜仁100%赢，都是骗子啊，都是骗子啊！就哪怕是在这两个球队踢球的人，这马特波斯能预测对吗？啊，你那边皇马那边名宿能预测对吗？不好讲的，因为这种比赛临场的变化、临场布置和球员的临场发挥太重要了。像金明哉这种犯病的，你知道他什么时候再犯一病，是吧？啊，不好讲的啊，不好说的，啊，不好说。帕里加可以啊，帕里加如果能买来的话，但是我觉得拜仁其实可以考虑吉马良斯，吉马良斯蛮好用，乌加特、吉马良斯、福法纳啊，我感觉，我说实话啊，今年欧洲杯结束之后，这个福法纳可能涨价的啊，福法纳啊可能涨价。这个除非你自己踢假球，你能预测对，不然这个足球比赛胜负哪那么容易预测？看这么多年比赛了，哪年没冷门吧？你告诉我，哪年没冷门？对吧？除了去年。曼城那队伍太猛了，是吧？但是呢，去年曼城赢打皇马之前，其实皇马球迷还是很有信心的，对吧？当然去年确实太猛啊，今年嘛，你曼城也输了呀，啊，所以这个世界上就是每年都有冷门，啊。下一个啊，凯文不拿冠军不改名，其还大声喊经济贵，还有评价纯爱战士可怜。金明哉啊，金明哉算了吧啊，金明哉这个球员呢本来就这样啊，但是天天跪下太离谱啊，我干不来这种事儿了，就我干不来这种，就是我天天做就是这个谁跪下啊，这玩意儿太抽象了啊，这是干不来这个事儿啊。那么纯爱战士的事儿，哎，还是那句话，这个东西呢，其实没有必要上升到男女，知道吧？啊，不管是就是统称是爱人先爱己。啊，不管任何一段关系当中，任何一段关系啊，任何一段的关系啊，不仅是情侣关系啊。下一个啊，动动送你囊啊，动动送你囊啊。男的能要这么多，那你男的跟你兄弟之间借钱不还，最终翻脸的少吗？对吧？啊，你可能不是恋爱关系，啊，或者说这个怎么样的，多了也不少。下一个啊，动动你呢？前有拨开投降式球招，后有腾开球招式嘴软。今天滕哈格的采访确实是略微有些软了啊，不太符合这个叫做滕哈格他对于自己的一个定位，但是他今天接受采访，我觉得说的是没什么毛病。他说曼联现在确实没有争冠的水平，实话实说，确实如此。就他说了，曼联为什么买霍伊伦，是因为没有买到哈里凯恩，所以说退而求其次买了霍伊伦。这个呢，我觉得呢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说实话啊，与其买霍伊伦，不如买弗拉霍维奇。当时我是非常的觉得曼联要买中锋。没有凯恩就弗拉霍维奇，关键是弗拉霍维奇也没有，那么现在来看的话，霍伊伦确实在进攻能力上差点意思啊。我觉得曼联今年不行，就何塞卢是看能不能用。明年我觉得这几个选择啊，就是什么呢？你要是霍伊伦踢中锋呢，你要补这个替补中锋啊，不然就何塞卢看看能不能行啊。何塞卢如果不行的话，这个索兰克是吧？啊，这样的球员我觉得可以买来试一试。奥斯门曼联买不到，莫德马林去年弗拉霍维奇7000万，跟霍伊伦差不多的价格啊。去年弗拉霍维奇尤文图斯挂牌7000万可谈。去年对吧？这个尤意甲球迷或者尤文球迷应该是知道的呀。去年因为弗拉霍维奇的去年身上有点伤啊，所以说呢，他就是尤文想清理他，买卢卡库，所以说报价7000万。那今年嘛，涨价涨1个亿了吧？证明你买错了呀，今年也买不起了。今年，下一个啊，今年要1个亿了，今年啊。埃瓦尔新3连吃，多特这俩德国中卫已经顶住这么多强队的冲击，欧冠杯能不能原班人马同时上场？欧洲杯，这个胡梅尔斯啊，欧洲杯应该入选不了国家队。胡梅尔斯呢，这个球员呢。打这个巴黎这场没犯什么错误，但是跟马竞其实踢得不好啊，有意讲义啊，多特蒙就是这个
胡梅尔斯还是老了，还是得用吕迪格。吕迪格加上这个配一个中卫好一点。胡梅尔斯的这个还是老了啊。今年这什么德国队现在来看还真有点希望啊，兄弟们。今天德国队这个阵容还可以啊，我仔细看了一下他的这个阵容和他的这个中轴线是吧？你别说，好像还行。今年也就是在6号位这个位置上，可能现在没有说这么好，但是今年德国队如果说弄个裁判帮忙真有机会啊。下一个曼城要卖格拉利什要去曼联了啊。AI 送3电池，今天是帕夫洛维奇的生日，让我们祝小泡芙生日快乐，努力成为比穆勒更龄更长的自己人吧。好祝这个帕夫洛维奇生日快乐。帕夫洛维奇是图赫尔培养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4、6号位希望他未来能够成为新一任拜仁的旗帜吧兰博尔送3电池，桑乔刚才在 RNS 上艾特多特官方，让他们退役11号球衣了，这一下不会又吃不上饭了吧？桑乔这小子确实年轻人是这样的又开始胡咧咧了吧？让多特官方退役这个罗伊斯球衣是吧？瞎搞！哎呀，罗伊斯明显是宫斗失败了是吧？你这个租回来的球员你就闭嘴了吧？多特，对吧？人家罗伊斯你看去年先卸队长袖标。对吧？他之前是多特队长嘛，今年没带袖标了，先卸袖标卸完袖标呢就开除首发开除首发呢又冒出宫斗完之后塞蒂莫离队，明显是跟高层关系出现了问题。那么这种情况下对吧这队里边你像埃姆雷詹你包括胡梅尔斯这些球员没发生之前呢是吧？你小孩就私底下说得了你上来是网络上就是直接这么一说，你到时候又说不定又给你弄出点事儿。但是这种性格其实也说实话我很喜欢作为一个年轻人有一讲一，很符合我对于这个球星的，或者说我对于这个朋友的定位，就得这么玩。你从商业角度上来讲，公关角度上来讲，确实不太怎么讲不太完美。但是呢，对吧？如果说人活在这个世上活这么累，真的没意思。该干就干，对吧？多特桑乔给我开炮下次记得就直接发罗伊斯走。罗伊斯是不该你就可以这么发，罗伊斯是那个该留下的人，那么谁是那个该走下的人呢？桑乔，好吧？下次希望你发出这样的文章他是罗伊斯一手带出来的下一个下一个 KABA 其实你觉得欧冠历史上最顶级的中场表演是谁呢？欧冠历史上最顶级的中场表演你要是看组合的话，那就哈白布和点点三中场呗，是吧？哈白布和点点三中场呗。你要是看单个的话，那就卡，就这几个了，对吧？你要是看组合中场，那就点点三中场和哈白布如果说你看单个表演欧冠上，那就是卡。但是卡呢，你不能纯粹定义中场球员，他属于中前场进攻核心，对吧？卡那年确实猛。齐达内呢，在皇马呢那几年有什么天外飞仙什么的都挺猛，但是呢，齐达内在皇马成绩不行银河战舰成绩不行卡，人家说是，你看你不审题，你看这卡人问的是，请你觉得欧冠历史上最顶级的中场表演是谁呢？怎么能来一个本泽马呢？最顶级的中场表演是我上一次看哪个队比赛中场休息的时候，有那个韩国女团劲舞中场顶级，兄弟们服不服服不服？是什么女团来着？看什么比赛来着？我记得好像我们还直播了，什么比赛来着？对吧？中场休息的时候劲舞劲舞中场表演那谁来着？还真行卡，如果说单个的话，卡下一个这个金生哲理，下一个这个220送你呢，托尼克罗斯、丁丁谁助攻强？假如托尼克罗斯搭哈会更好吗？搭谁哈兰德托尼克罗斯和德布劳内按助攻来讲的话，我觉得德布劳内要更好一些因为呢，托尼克罗斯他的本职工作不是助攻
啊。这么讲呢，可能有很多皇马球迷觉得啊，或上场比赛托尼克罗斯传个维尼斯的球那么漂亮，他为什么助攻没有德布劳内好呢？因为托尼克罗斯他的位置在皇马他是中后场，莫德里奇在之前是中前场啊。托尼克罗斯呢在皇马他很多时候呢他是被放在他是由后场到前场的衔接点，他并不是到前场到锋线的衔接点，所以他的助攻呢跟德布劳内这个位置上是有这么一些许的这个区别的啊。托尼克罗斯更像是一个组织型的大师级别的这种调度型球员，更像是一个后场的把球摘出来这么一个人啊。我举个例子，你可以用托尼克罗斯加上卡塞米罗配上德布劳内啊，但是呢你没有办法用托尼克罗斯，对吧？但是我就是他的这个位置呢，不能说是托尼克罗斯更像是一个后腰，不像前腰啊。所以说你要说论助攻能力，助攻是什么叫助攻？助攻就是数据，就是我最后一传有人打进，那叫一助攻。那要有一助攻的情况下，那肯定还是德布劳内这种更靠近前场球员好一些啊。托尼克罗斯反而更靠近后场啊。点赞兄弟们，一人50个赞啊，一人50个赞啊，一人50个赞啊。克罗斯后腰踢得好啊，前期嘛确实往前顶，但是他跟哈布阿隆索一换之后，他就踢的后腰踢得好。下一个啊 ，C 罗冷知识：阿诺德奶奶是福格森初恋，真嘟假嘟啊！哈哈。啊？真的吗？这我还真不知道。我去，这我真不知道啊！阿诺德奶奶是福格森初恋吗？这我听了我有点震惊啊，内心当中我感觉怎么突然我们跟利物浦之间有点亲戚关系了？哎，我没看啊，没看，怎么我们跟他之间怎么还有点亲戚关系了？我去啊！下一个下一个，这个冷有总理呢啊，我切尔西球迷天天被热刺等球迷嘲讽，如何反击？不是你切尔西这个赛季双杀热刺，他嘲讽你什么？而且我觉得热刺球迷挺低调的呀，不怎么嘲讽别的队啊，因为热刺球迷没有立场，对吧？也不敢高声语恐惊有关人。那热刺现在这个球队，说实话这水平，他凭什么嘲讽切尔西啊？啊，而且他今年又没进前四啊，对吧？进不了前四了。应该你赶紧是串子啊，赶紧是串子啊。下一个啊 ，MA 送你呢啊。其日韩球赛和欧美球赛，你更喜欢看哪种？都不看啊，日本和韩国的所有比赛我都不看啊，什么 J 联赛、K 联赛从来不看，现场看我觉得没什么意思。做版有什么意思呢？欧洲我看足球，美国看 NBA， 你相比来讲呢，肯定还是欧美我看的多一些吧。NBA 最近这个赛程呢，他早上踢啊，我有些时候都吃不消的。早上踢早上踢，说实话有些时候真有点吃不消，时间太早了啊。不过有一讲一 NBA 还挺好看的 NBA 啊。下一个冷总，下一个这个叫做多拉 AB 梦送你呢。多少人来了掌球？封场伦敦第一师范，不过分吧？确实。现如今球队中就是去了就掌球的，有哪些球队呢？阿森纳是吧？去了掌球。曼城去了掌球是吧？这都有好师傅啊，好氛围是吧？阿森纳，然后阿森纳和皇马这个队呢，你得看这个人符不符合他的气质，是吧？阿森纳和曼城还有国际米兰，对，国际米兰啊，国际米兰特别会帮人返老还童，国际米兰啊，然后药厂最近可以，但是我们要看时间拉长一些啊，是时间拉长一些啊，药厂这2年嘛，时间拉长一些。还有什么队啊？掌球的没了，剩下队伍都要看命了啊，剩下都得看命啊。对，利物浦，克洛普在的时候，利物浦也是啊，克洛普在的时候要利物浦也可以。曼城要看能不能融入吧，那个去铁锤的也没涨是吧？菲利普斯是确实。艾巴上的新木金从在面池，如果下场拜仁德里赫特没有复出，可不可以让老巴踢中卫，把金赶出去？可以啊。哎，我问一下曼城球迷，你们支持皇马支持拜仁？
你们是不是你们是到底是皇马击败了我，皇马拿冠军，那么我们最起码输给了冠军，不丢人这个心态呢？还是皇马赢了我，拜仁把他干掉，让皇马赶紧爬这种心态呢？啊，拜仁好，哦，拜仁多一些啊，拜仁多一些啊，天宇之球啊，天宇之球啊，你属于自作多情了呀，人家就不支持你皇马，你还肯定皇马呀，你有点丢人了呀，天宇之球，哈哈哈。拜仁多赢啊！原来这种心态嘛，就是皇马赢了我，赶紧滚是吧？赶紧爬。那怎么说呢啊？拜仁跟皇马的话，我觉得可以让这个老八踢中卫，对吧？老八踢中卫呢，最起码不犯错吧？啊，不犯错啊，于帕也能踢啊，于帕也行啊，于帕也行是吧？德里克特应该是能复出了下一场啊。基民在这个，我估计他在拜仁图赫尔手下不会再出场了，只有欧冠当中。92年的马总3点10，如果你穿书，你是愿意当龙王打脸反派，还是当反派逆袭龙王？我肯定是当那种打脸当正派呀，我从来不当反派的，因为我这个人是在我的这个平时生活当中，我就是一个非常正派的人，非常正派啊，就是这个对吧？搀老奶奶过马路那种人，正能量，知道吗？所以说我是看不过得反派的所作所为的。我如果传输的话，一定是作为一个正派，而且是非常基于正能量的正派，浩然正气，路不拾遗，啊，就是这种水平的啊，这种问题问到我，你不了解我哈。下一个下一个啊，开玩笑啊，你要看什么反派啊，什么反派？反正以前我看那个犬夜叉的时候，我反正最开始没报杀生丸结局的时候啊，最开始我从来不喜欢犬夜叉，我就一直喜欢杀生丸，对吧？啊，如果说穿越的话，我希望我能成为这个杀生丸。天宇之球3点值啊，这个格局打开，我们夺冠了。风里城是硬实力冠军，我们只是运气好，也可以啊，也可以。如果说你们夺冠了。然后呢，曼城是硬实力冠军，那么曼城跟曼联打足总杯，曼联赢了，那曼联是冠军，好吧？曼联是硬实力冠军啊，曼城是狗运，你们也是狗运，哈哈。下一个这个MAG 送出技能啊 ，MAG 送出技能啊，其日韩球赛和欧美啊，这个打过了啊。不要喊跑步，为啥多特要在半决赛官宣？罗伊斯会去哪儿？罗伊斯我是觉得可以退了，要不然就意甲沙特，没别的地方去了。罗伊斯现在有能力，英超可能踢不了。西甲呢，除了那两个队，那两个队也估计也不会要。那么意甲的话，除了就意甲能踢，对吧？法甲能踢，但是法甲呢，我觉得那法甲这个叫做动作太大啊，所以说有一讲一呢，我是觉得他肯定还是去意甲，要不然去沙特，是吧？要去沙特，维斯现在能力上确实差一些，而且他为什么要在半决赛官宣啊？你没发现这个德国人就喜欢搞这套吗？德国人，对吧？凯文德布劳内送3点池，我有疑问，颜真卿练书法叫颜体，那颜真卿练射箭叫什么？颜真卿练书法叫颜体，那颜真卿练射箭叫什么？叫射卿啊，对吧？不负如来不负卿嘛，射卿多好听啊！你不管是言那啥真那啥都是难听的，对吧？你不或者说叫言剑啊，对吧？啊，那射卿啊，用射心，对吧？啊，丘比特之箭的感觉非常浪漫，不负如来不负卿，是不是啊？射卿嘛，就相当于用丘比特之箭射入了他的心，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叫这个射卿好一些，射卿好一些啊。下一个这个叫做
爱玩转青木金素3倍电池啊。最后一个问题，大金子镂空和王楚奇漏我1000电池哪个更离谱？那还是王楚奇漏你1000电池更离谱，好吧？行不啊？我的问题，好吧？我已经向你真挚的道过歉了，1000电池都能漏，纯是处的行为，好吧？但是呢，主要原因还是在黄处身上，黄处出来啊！主要原因还是黄处的问题，我已经严肃的批评过黄处了，告诉他再有下一次，一定啊让他直播间公众道歉，好吧？啊，主要还是小黄的问题啊，小黄的问题，我也严肃的指正他了，为什么1000电池能漏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非常非常不妥当，对老板是极为不尊敬的啊！我已经对他深刻严肃的提出了批评，如果再有下次，让他做检讨，好吧？行不行啊？啊，我的问题啊，我的问题啊！小黄，你对我不如金明哉，小黄啊！哈哈！哎呀，刚才风清素3倍电池啊，这个主播说一下巴乔的实力和天赋，看了一下那个时代的球星集锦，实在是太出色了。巴乔在那个年代呢，就是像现在内马尔一样，肯定天赋很高啊。巴乔那时候是万千少女心中的英雄吧？应该，哎，巴乔这么高的，就是他的巴乔年龄太大了啊，我跟他肯定不是一代人，是吧？巴乔在那个年代，有没有那个年代的老登同志们？巴乔在那个时候到底是被男人所喜欢的，还是被女人所喜欢？他到底是就是因为就是男性喜欢他，女性喜欢他？反正我是印象中，好像我认识的这个年龄大点的，只要聊球，女孩都会说到这个叫做罗伯特巴乔啊，都说到罗伯特巴乔是吧？他就相当于那个时候的内马尔，对吧？非常忧郁啊，那个味道啊，这个就是有些时候呢，悲剧往往更能让人刻骨铭心，而罗伯特巴乔呢，主要是上演了一部惊天悲剧。对吧？就是我们经常，你们都看过，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叫《一球成名》，是吧？一球成名，如果说啊，说实话，罗伯特巴乔就相当于一球成名最后悲剧，那确实是刻骨铭心，就像忠犬八公那样，是吧？所以说，我是觉得，主要他导演了一部大悲剧吧，啊，所以说可能大家觉得，哦呦，再加上他确实天赋在那个时代出类拔萃啊。这6硬币花了送3倍电池，巴乔我爸妈都喜欢，但是我妈特别喜欢，是她喜欢的第一个球星，是吗？罗伯特巴乔可以，罗伯特巴乔还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魅力的球员。哎，罗伯特巴乔那个年代还有什么球星？我记得以前我们教练给我讲的，季科是吧？啊，有个季科的很强啊，季科。季科那个年代好像说是这个叫做范巴腾，这个我知道吧？啊，季科，我们那时候教练跟我讲说季科非常猛啊，季科。爱娃上的青木金送3倍电池啊，这个叫做以后你戴帽子和口罩当图赫尔，小黄穿3号球衣在你前面，你俩就是直播界的绿茵好莱坞。小黄跟我演什么好莱坞啊？好类似跟图赫尔演，或者说拜仁演好莱坞是有来有回的。我跟小黄之间只有我去，小黄无回，有来无回，这叫好莱坞吗？不叫好莱坞啊，对吧？而且我对我们这个黄三儿的这个一些批评啊，都是非常有理有据的，小黄都认的，没有哪一次我说他这个事儿干的不对，小黄告诉我说我不这么觉得，他都是对我也这么认为的，对吧？他都是说我也这么认为，你证明什么？证明我确实有理有据啊。那为什么他要好莱坞呢？瞎讲，我都有理有据啊。小黄都是对，你说的对，还没说你说的不对，对吧？我觉得你们这些人啊，这是有些时候魔怔了啊，魔怔了，真魔怔了。下一个啊，起见我送你呢，怎么看胖猫这事儿呢？我说实话啊，有一讲一，我刚才讲过了啊，爱人学会爱己，是吧？啊，这个人我说忠义什么值千金，但是江湖问路不问心，很多时候呢，先把自己做好。哎，希望。不好说这个事儿，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因为你又痛心又难过又不解又疑惑，这种事情真是很难去进行多方面评价啊。你说爱人先爱己吧，啊，兄弟们啊。下一个啊，这个欧有送你呢，其巴黎在多特主场失利，回到王子公园如何？其巴黎在多特主场失利，回到王子公园如何？我是觉得巴黎不整活，回到王子体育公园还是能晋级啊。对吧？因为我一向是这样的，懂我的朋友都知道啊，根本从来没改过嘴
对啊，从来没改过嘴。就是如果说这个事儿确实已经成经济事实了，那么我就认喷呗，对吧？啊，你骂我，我骂埃里克，对吧？我觉得巴黎可以输2万可以晋级，啊，好吧，只要他不整活，别让登贝莱提前腰了，啊，对吧？如果没晋级，啊，你骂我，我骂埃里克。应天之愿啊，愿总送的300电池啊。巴黎次回合，姆巴佩左边补个中锋，登贝莱右路会不会好点？哎，我跟你讲，巴黎王子体育公园啊，那个球场很拉，很拉。就是我去过啊，那个球场离场地很远，你知道吧？就感觉他虽然应该没跑道，但是呢就没那个味儿，就没那个味儿，知道吧？就没那种就是拜仁慕尼黑那个，还包括威斯特法伦那个味儿啊，就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巴黎圣日耳曼的主场就感觉离得很远啊。哎。应天之愿送300电池，巴黎次回合姆巴佩左边补个中锋，登贝莱右路会不会好点？但如果像首回合整活可有胜算，如果整活的话就不好讲，我觉得是只有3、4成了啊。如果不整活的话，姆巴佩踢中锋也可以，这活整的我都接受了。登贝莱右边锋，对吧？就感觉没问题，就怕姆巴佩踢中锋，登贝莱踢前腰，阿什拉夫踢右边锋，这真是盖了帽了，我去，这真是盖了帽了。啊，就是埃里克这个想法，他让登贝莱防埃米雷詹这个想法，我这是想逮我自己脸，叭我抽我自己。姆巴佩打左边，郭塔拉姆斯顶上去，或者姆巴佩顶上面，右边有登贝莱，这个阵容肯定也可以啊，也可以。唉，梦石送300电池，如果欧冠多特蒙德、美洲杯阿根廷、欧洲杯葡萄牙，金球给谁？给姆巴佩啊，姆巴佩欧洲杯亚军、欧冠冠军，难道不够格吗？欧冠冠军、法甲冠军、法国杯冠军，感谢这个用户送这喝杯热水，是吧？欧冠冠军、法国杯冠军、法甲冠军，3冠王，欧洲杯亚军、金靴，是吧？给姆巴佩啊！我知道你们问的问题，好吧？今天我就在这儿，我就把这个事儿呢，我就正儿八经、严肃的回答一下啊。假设美洲杯梅西带领阿根廷拿到冠军。欧洲杯 C 罗带领葡萄牙拿到冠军，好吧，我们把这个假设啊，这是好好回答一下，要不然你们这永远天天这问，我也不想串了啊，就认真讲啊。如果梅西带阿根廷在美洲杯上是大杀四方啊，梅西又是金靴又是金球，同时呢 C 罗在葡萄牙也是场场踢满，大杀四方，绝对主力，对吧？又是金靴又是金球，在这2个情况之下，我觉得给 C 罗。啊，对，我就现在比较明显了吧，比较明显，就他们俩，我觉得罗赢，啊，为什么呢？欧洲杯的含金量还是比美洲杯强一些，啊，但是如果说 C 罗在葡萄牙，他并非主力，金靴没有啊，然后这个金靴没有，然后也不是主力，对吧？然后拿了冠军，然后梅西在阿根廷美洲杯那是绝对主力冠军，那么没赢，啊，没赢。没赢，好吧，啊，这个话题更终结了吧？这就是我的想法，这就是我的想法，啊，我不会成罗处了吧？难道我又成罗处了吗？啊，这是我想法，好吧？就如果说 C 罗他是绝对主力，踢满金靴啊，没毛病啊 ，C 罗欧洲杯强于美洲杯啊。如果说 C 罗不能踢满，不是主力，那美洲杯梅西拿了就是梅西啊。梦石送的300电池啊，这个如果欧冠多特蒙德，如果欧冠他说欧冠多特蒙德嘛，啊，欧冠多特蒙德，我觉得这个金球奖确实要看美洲杯和欧洲杯了。下一个啊，国足必胜送的锦囊。梅罗速度、力量、爆发、平衡、柔韧性、球感平均下谁更强？梅西肯定比罗伊斯强啊，对吧？这个问题不能乱说了。国足必胜啊，这个我肯定不能就跟你乱打了，那我肯定必须得是非常客观告诉你，对吧？你看梅西跟罗伊斯相比，速度、力量、爆发、平衡、柔韧、球感平均下来，肯定是梅西要比罗伊斯强一些，对吧？因为罗伊斯呢。这个生涯容易受伤，下滑很快，是吧？那么在此基础之上，梅西的速度啊、力量啊、爆发、平衡、柔韧、球感都是历史顶级，是吧？那罗伊斯跟他相比呢，确实有这么些许的差距，还是梅西好一些，
啊，还是梅西好一些啊，还是梅西好一点啊。下一个啊，下一个不是梅努，梅努10万吧啊，10万啊，不是科比梅努，那还是科比梅努强，科比梅努世界第一无敌，科比梅努强于罗梅罗，哈哈哈。下一个啊，这个 Y7总你呢？预测这些7000万的球员谁能过亿，谁会下降？入约这些几千万的球员是吧？看一下啊，我感觉今年欧洲杯之后，这个或者说下一个窗口会涨价的球员，我感觉啊，我来给大家预测一下吧啊，因为之前那个身价啊，几千万的是吧？谁会过亿是吧？厄德高快了，我觉得厄德高下一次在有身价的时候，估计会涨到1个亿。我感觉厄德高应该会涨价。厄德高现在9500万啊，莱奥呢？按理讲莱奥应该是1个亿的球员啊，莱奥，但是莱奥这个球员太懒了啊，所以说莱奥不好说。莱奥9000万现在，楚阿梅尼会掉价，我觉得楚阿梅尼现在身价9000万有点高了啊，我觉得会掉价。卡马文加9000万，现在我觉得也难涨，阿尔瓦雷斯也难涨啊，基马良斯现在也难涨，哈维西蒙斯难涨，罗本尼亚斯难涨，伯纳多席尔瓦难涨。坎泰多呢，如果下赛季踢得好，坎泰多是有可能涨上去的啊。佩德里要看，佩德里如果说不太受伤，佩德里我觉得会涨上去。然后剩下的难度都挺大，剩下的难度都挺大的。剩下的都难度挺大的，就这么几个人嘛。科比梅努吧，对吧？科比梅努。下一个92年的马洛图在位置，马奎尔如果有安东尼的转身，是不是无敌？马奎尔如果有安东尼的转身，是不是无敌？马奎尔有他转身也没用啊，他慢。马奎尔转身慢是一方面，第二他的直线加速太慢了。马奎尔作为一个中后卫呢，他打蹲坑防守为什么好呢？因为他不用太多的跑冲刺，但是他要一冲出去呢，他深入他跑不过别人，转身快也没用啊！你直接冲刺就不如人家。马奎尔主要这个原因，也不一定无敌吧？啊，92年的马斗啊，不一定无敌。如果能再给他个范德芬的速度，这个中后卫我看了热刺一场球，哎呦那个范德芬啊，我去跟野狗一样的，真好，那速度啊，我去，我感觉他跟贝尔可以飙一飙。太吓人了，那哥们儿真是太吓人了！他在后场过人，生吃雅克松，哎，生吃雅克松，知道吗？就过人又生吃雅克松，你知道什么概念吗？就是他过雅克松，就人一捅，然后雅克松不见了，太快了！那范德芬啊，真是太牛了，太快了啊！那速度太猛了，那速度啊！许大夏洛送的300电池，为啥感觉双后腰坎泰多加加拉表现要比易费加坎泰多强？而且易费一点没进步，加拉一直在进步，控制变量是吧？啊，把坎泰多控制是吧？把恩佐控制是吧？昨天看比赛我还说这个事儿呢，我他妈怎么恩佐一不上，切尔西有赢球呢？但是你说这事儿能怪恩佐吗？反正你这比赛我每场都看了，是吧？我觉得恩佐吧，绝对不是问题，对吧？这是我有一讲一，我是说句公道话啊，因为众所周知，我被恩佐公主冲过。对吧？恩佐妹妹经常冲我的啊，对吧？你上那边小博一搜什么王楚奇，或者说搜这个搜我名字，基本上就是要不然就是各种妹妹，反正恩佐妹妹喷过我的，对吧？有一讲一啊，所以说呢，但是我觉得我说句公道话啊，恩佐在切尔西真不是问题，我觉得还是在得分上的问题啊，控制变量。但是加拉格尔跟坎泰多两人好处在于什么呢？在于切尔西腰板硬起来了，他两个人的拦截非常好。同时呢，坎泰多呢，跟加拉格尔两人跑动能力都还强啊，所以说呢，你看似中场呢硬度制动起来了，这是切尔西最近表现好的一个原因嘛啊，昨天的球踢得确实不错。同时呢，库库雷利亚一拉进来，中场多个人，反正我是觉得恩佐呢，反正不是问题啊，这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坚持的看法啊，一直在坚持一个看法啊。这下真是被控制变量了啊，下一个啊，目前来看，确实麦卡利特在利物浦踢得好，啊，这个是没有话讲的，
下一个啊，这个伊利线中评价一下神威难藏类带土，宇智波带土啊。反正我看火影忍者的时候呢，我说实话啊，我看火影忍者的时候，到宇智波带土那个时候，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无聊了。啊，我就觉得无聊了，啊，真的。我看火影的时候，我看到什么时候最觉得好看呢？就看到这个叫做鸣人，就是卡卡西隐退啊，那哥们儿那个有木影木什么玩意儿，那玩意儿就是什么第一次认大家认大有意思，到底不带土就有点无聊了。你要是问我的话，我还是觉得宇智波鼬打小的时候最好看，到后期我看的不怎么认真。但是带土确实还挺有魅力的，要不然也不会这么多人喜欢他。下一个啊，下一个，后期的战力都有点莫名其妙，一回忆，妈的，就好几集，哎呦我天，动不动就是什么的。我跟你讲，当时什么情况啊？我听说是这样，当时我也追火影嘛，当时听人讲说是因为那哥们还没画啊，那哥们没有画呢，他这边得连载，他连载呢，他又没有东西可以连载，他就回忆。是吧？是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回事啊？我去，反正看得我恶心，我妈你说我看个1集2集火影忍者，天天看你回忆，不受不了吗？哎，下一个啊，数字送你呢啊！其沃特金斯最适合哪家豪门？今夏能去吗？沃特金斯，阿斯顿维拉就是豪门，阿斯顿维拉在英超啊，他的地位也很高啊，就叫做女王什么这个，好像英国皇室是他的球迷啊。其次，阿斯顿维拉有钱，再其次呢，沃特金斯年龄的又是当打之年，是吧？他又不是那种潜力小妖啊。豪门，我觉得挖他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就是这种超级豪门。沃特金斯留在阿斯顿维拉也行，明年又有欧冠踢，是吧？啊，他本身就是这个本来就是英超豪门，而且工资也不低啊。我觉得沃特金斯留在维拉就可以啊，没必要动。有钱要买洋车子送的锦囊，其怎么评价建业申诉被说骚扰罚5万？我不怎么关注国内足球啊，所以说呢这种事呢我也无法评论。但是呢，申诉不申诉啊，这东西你要看你怎么处理了。我不知道事件啊，所以说没有办法跟你多说什么。但是呢 ，HC 小黄是河南球迷啊，因为他是河南人，对吧？啊，这个只能说希望中超更职业啊，球队更长久吧。啊，这有其他我也没法多说什么。上次发个国家队视频都让下架了，被投诉下架了。我记得很早之前，好像发的是国足的球员视频，对吧？分析实力的啊，我说这个一帮边角料，不是，我说那个一帮顶级球员是吧？个别边角料啊都被下架了。这玩意儿少说。下一个啊，道阻且长，长的送你呢。巴萨、格子和曼联桑乔哪个更废？巴萨的格里兹曼和曼联的桑乔哪个更废？巴萨的桑乔和曼联的格里兹曼哪个更废？你觉得呢？巴萨的格里兹曼和曼联的桑乔哪个更废？肯定是桑乔啊，格里兹曼在巴萨还是挺敬业的，踢主力，而且格里兹曼在巴萨都踢边后卫去了，没什么黑的。桑乔这球员确实有点抽象。桑乔在曼联桑乔不怎么踢啊，而且不怎么进球，得分数据什么的高都差，对吧？桑乔跟格里兹曼也不是一个档次的球员。下一个啊，麋鹿阿多古送的3点吃，其分析一下意大利欧洲杯和世界杯前景，说一下后续队伍如何改变，哪些球员能用。意大利本届欧洲杯我觉得就一边角料，因为我觉得你们这个球队啊没有天赋型球员，就除了一个基耶萨没天赋，防守呢现在也一般啊。你巴伊拉回去还行。你看意大利球员，你看我给你看啊，你看这个叫做前锋线，你看你锋线上，你看你锋线上啊，你锋线上目前为止进球最多的是雷特吉，来自热那亚，
对吧？雷特吉什么数据啊？是吧？唯一一个有进攻天赋的是这个费德里科·基耶萨，然后拉斯帕多里在今天在那不勒斯也不行啊。然后这剩下就不谈了，对吧？中场弗拉泰西和巴耶拉在国际米兰现在轮换，巴耶拉要好一些，对吧？佩雷格里尼总之都懂，在罗马是吧？我说实话有点演的啊，有点演穆里尼奥的啊。若日尼奥老了，扎尼奥洛啊，这个在维拉呢踢的也就是那样吧啊。洛卡塔利对吧？都是边角料嘛。那个后卫啊，达米安34了，能踢是能踢。迪罗伦佐30了，迪马科26，是吧？坎比亚索24，啊，斯卡尔维尼20岁才，你不好用吧？啊，巴托尼都好用的啊。乌多吉，哎，这个球员是很好，但是乌多吉能不能踢不知道啊。曼奇尼和这个，然后曼奇尼，你看你现如今本身，你现在意大利就没有什么顶级球员啊，没有什么顶级球员。你现在这个防守呢？你防守是你的立足之本，但是本赛季我觉得这届欧洲杯，你靠这帮人防守，你一定能守得住吗？也不好说，进攻一点天赋都没有。我是不看好意大利，而且我看好欧洲杯，我看到欧洲杯预选赛所有意大利比赛，我觉得这个球队是攻不出去，守嘛感觉也是这个叫做乱七八糟的。反正我不太看好这个球队啊，能用的就是巴雷拉和基耶萨，把这两人用好有点稀，乌多吉啊，用不好的话就那样了啊，就那样。特纳利能踢不？啊，意大利为什么成这样？意大利为什么成这样？就是因为意甲，意大利经济不行。我以前的主教练是意大利教练，那个意大利教练他告诉我们，他说在他们那意大利那边，青训工作者和教练员都要打2份工才能养活自己的，啊，所以说呢，你看他这种情况之下，他整个意大利的这种形势和足球形势，就是相对来讲，他确实是不太容易培养那么多好球员了。再加上这个国家队的这个球星都是出师一茬的出的，意大利现在还没出，可能下一茬能出来，这一茬确实差一些吧。啊，下一个啊，欧优飞总送的3倍电池，南美经济不是更不行？你这个东西啊，你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就足球这个东西啊，要不然你哎，你在足球这个东西想好，要不然你就站在这儿，这个地方很难好啊。欧优飞送3倍电池，从来没有被旗海拉黑过和从来没吃过黄牌，哪个更有含金量？啊，从来没被旗海拉黑过和从来没吃过红牌，哪个更有含金量？从来没吃过红牌算什么？我踢球就没吃过红牌，对吧？因为我是一个情绪稳定的好男人，所以说我踢球就没吃过红牌，我顶多吃张黄牌，骂人，骂裁判，这不稀疏平常的事情吗？但是没有被我拉黑过，含金量是很高的，因为我基本上不拉黑正常人，啊，因为我基本上不拉黑这种正常人，知道吧？我就拉黑这个非正常人，啊，所以说你要被我拉黑了，证明你是个非正常人。啊，那你想想，那还是被我拉黑含金量大一些，有一讲一是这样的。我一般情况下我拉黑的没有什么正常人啊，我黑名单里全是妖魔鬼怪，我去放出来，我也要祸害弹幕的啊，祸害人间啊，提等劳尔。下一个这个叫做院长，我跟你讲，我特别能理解，就是你看经常有很多这个就是那些什么罗结晶、没结晶。什么这个什么配处什么这处那处的啊，经常会攻击球员在场上的，比如说跟裁判发生冲突啊，锁个喉啊，抱个摔啊，对吧？啊，什么推一下啊，骂两句啊，这都是属于什么呢？这都属于是没踢过球的，真没踢过球啊！哥们儿，当年我踢球的时候，这种事儿你从运动员出身，这种事儿不太正常了，对吧？在场上我们干两下，荷尔蒙一上来，叫两句，谁都干过这种事儿，这有什么可指摘的？我也不了解，经常从这地方找黑点。反正我觉得是这个不太那个，包括这个什么青钢影是吧？啊，下一个足球场太正常了，知道吧？啊，太正常。下一个这个院长送的锦囊啊，请评价一下哈维·西蒙斯和道格拉斯·路易斯。你这个道格拉斯·路易斯是不对，那个不叫道格拉斯·路易斯，那哥们叫做道格拉斯科斯塔，对吧？狗剩啊，道格拉斯路易斯是中场，不对，我对一下啊，道格拉斯和路易斯和有时候和基登斯我们弄不清楚，看一下啊，看一下别认错人了。
伟大的道格拉斯·路易斯啊，这个圈还是不错的，这个圈还能硬啊，怎么说呢？不能说特别好，但是我觉得绝对是一个有进攻能力的有进攻才华的这个球员啊，在伟大那个道格拉斯·路易斯，但是我老把他跟那个什么波特那个基滕斯老弄混啊，这个道格拉斯·路易斯还是有很好的这个叫做进攻型的这个感觉的啊，在伟大呢也很硬朗啊，伟大一个他一个那个老小扎啊，都是不错的球员啊，我觉得更像是一个顶级边角料吧啊，这种定位吧。那么哈维·西蒙斯呢，是荷兰队唯一一个像荷兰人的球员，这个评价是很高的，啊，就是唯一一个像荷兰人的球员，就是叫做哈维·西蒙斯，记住这个名字啊，他未来可能是荷兰队未来的进攻核心的，他比加克波像荷兰人，啊，比加克波像荷兰人，啊，这个突进向前啊，突破转身。啊，等等啊，这个叫做哈维·西蒙斯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有天赋的球员，据说明年有可能租回巴萨啊。哥们儿也是小有实力3连吃，其拜仁想买我滕盛，你怎么看？不可能给他，我给他我用什么？现在来看看，滕哈格虽然抽象，妈的，哦，这个你的微笑稍等啊，我没看到你这个。滕哈格虽然抽象，但是真是。现在来看的话，可能还是一个宝贝呢，我去。现在来看，对吧？啊，可能还是好宝贝的，对吧？我觉得现在肯定不能给他呀，我们也没人可用啊。啊，饿了，真是饿了是吧？啊，真是饿了。滕哈格赛貂蝉了，已经是不能给他了。市场上没有比他更适合曼联的，怎么可能把他辞退呢？这个赛季我觉得我是希望曼联继续再留着1年，明年再说吧。啊，又便宜，他就现在一旦曼联没有管提，他650万年薪又便宜，那你要什么自行车？你的不要3点池，莱奥左边锋能排第几？未来荣誉前景如何？莱奥这个球员，你只看身体素质，按理讲他不比巴佩身体素质差，技术能力也很好。我是觉得啊，在左边锋爆点能力这里边，莱奥绝对排当世前5的，当世前5也是有的。姆巴佩、维尼修斯，可能下一个就是莱奥，啊，可能下一个就是莱奥，姆巴佩、维尼修斯下一个可能就是莱奥。但这个球员呢，你去分析他的荣誉，分析他的一切，感觉他就不太靠谱啊？为什么呢？你看他踢球呢，都感觉有一种他对于足球不够在乎、不够专注，就是游戏人间的感觉。就你再牛逼的天才，你不好好练、不好好学、不好好踢，还是有这么点困难，是吧？有点困难。他突破能力，你看他比赛啊，真猛。我看米兰几场球，这个莱奥啊，面对任何后卫啊，那过人都是随便过，真是随便过。就他只要想过你，他就把脚尖一捅，你没了，啊，你没了啊！但是踢球太随意，啊，处理球太过随意啊，动作呢很潇洒，但是呢，很多时候呢都是给自己埋雷的。这个球员很强，但是这不太好用，所以说我就没见过曼联买过啊。脚下好有技术啊，艺术屏幕的天赋。胖中带帅，对这几天的热门胖猫事件怎么看？我跟你讲，今天要不是你们一直问我都不知道这个事儿啊。我这个上播之前，这个有人给我发了一下，告诉我这个事儿啊。我觉得还是那句话，爱人先爱己。对所有问这个事儿，我都告诉你们，爱人先爱己，好吧？爱人先爱己啊！唉，心痛。偷吃桑乔外卖啊，外卖能送你呢啊！其给车子道歉，你个车黑。其还给我车的道歉，你个车黑，我怎么又车黑了？哎，昨天闹麻了啊！昨天我解说热刺跟切尔西比赛，竟然有人说我偏热刺，然后呢发视频又有人骂我偏切尔西，你们这2拨人啊，真是没一个好东西啊！有一讲一是这样的啊，我说实话，你们真没一个好东西，就跟那个我解说曼城跟皇马的比赛，啊，弹幕都在喷我，说我偏皇马，说皇马进球我更激动。发个视频又说我是这串子，我就支持曼城。你们两边有一个好东西吗？真没一个好东西。所以说不如解说曼联比赛。解说曼联比赛从来没人让我道歉，对吧？因为我立场坚定。就是你们这种就是没一个好东西啊，没一个好东西啊，真没一个好东西。下一个啊 ，Kevin 送你的啊，其预测一下现役谁会在未来加入英超名人堂？德布劳内，100%的，对吧？德布劳内，罗德里已经70场球没输过比赛了。如这里啊，哎，好像勒沃库森是45场啊，罗德里已经70场球没输过比赛了
啊，罗德里啊，罗德里应该也会进入这个英超名人堂，然后凯维德布劳内啊，然后罗德里，然后萨拉赫、范戴克，对吧？历史第一中卫能力的竞争者，范戴克，德赫亚，对吧？德赫亚，孙兴敏，坎特，是吧？坎特啊，若日尼奥不知道会不会啊？若日尼奥不好说，然后就是不多吧。这种福登这种小伙还讲什么？阿扎尔退役了，他说现役啊。第二个希尔瓦对第二个希尔瓦，哈里凯恩对哈里凯恩，孙兴慜说过了啊。瓦尔迪，小孩就别谈了吧，什么福登啊这种就别说了吧啊，这种球员太年轻了，现在讲的太早了。福登以后说不定是曼联名宿呢，不好讲的。这个事实是瞬息万变，以后说不定福登是皇马名宿，曼联名宿，对吧？以后说不定这个阿姆拉巴特是利物浦名宿呢，那不好说的事情啊，你别急，对吧？阿姆拉巴特，我希望你去利物浦，好吧？利物浦就缺一个后腰，我跟利物浦关系不错的，我们关系很好的，你看有联金嘛？我们的教父福格森的初恋女友是阿诺德的奶奶，对吧？也就是说我们俩关系这么好的情况下，我支持估计给你个阿姆拉巴特没问题吧？啊，利物浦拿下阿姆拉巴特，啊，拿下阿姆拉巴特啊！下一个下一个这个哈弗茨是名宿，哈弗茨跟切尔西肯定是名宿呀，哈弗茨，阿森纳未来估计也有。不抑郁小熊保安如何看待若劳霍愿离开巴萨，曼联会提供报价？对劲，阿劳霍走吧，来曼联吧，真的阿劳霍，相信我，来到曼彻斯特联，对吧？就没有卢本迪亚斯什么意思，什么事了。好吧，范戴克一走，你肯定是11位。你说实话，你只要一来，马上我就给你吹上去。你现在就是已经可以竞争11位了。你一来，让英超知道，让他们知道什么才是顶级中后卫的货，什么才是顶级中后卫，好吧？啊，加油，老霍啊，加油老霍！真的离开吧，巴萨现在也需要钱，这种时候选择放手，对吧？有一种爱叫做放手，为爱放弃天长地久，对吧？你有一种爱要放手，你跟巴塞罗那相互放手，巴萨得了钱，你得了前途。说你在巴萨，第一工资不是顶薪，第二，对吧？还这个球队竞争力还因为你受到了影响，对吧？与其如此，不如离开巴萨来到曼联，你的水平绝对是在曼联当家主力，绝对核心，没任何毛病。随着曼联崛起，你的地位会进一步得到上升的。加油，来吧，来了啊！下一个啊，阿劳霍说他是阿萨塔，阿劳霍什么乌拉圭人，能是阿萨塔吗？你晕吧，困在那边海。阿劳霍是乌拉圭人，怎么是乌萨塔？我能理解，怎么能是阿萨塔呢？乌萨塔是吧？乌拉圭圭萨塔，对吧？乌拉圭姆巴佩乌拉圭巴萨和巴黎圣日耳曼，是吧？圭萨塔或者乌萨塔，怎么是阿萨塔呢？瞎搞，无敌了。下一个下一个这个叫做贡萨勒莫斯，德甲第2、第5可能踢欧冠决赛啊，第1踢欧联。德甲第2、第5可能踢欧冠决赛，第1踢欧联决赛。德甲今年就开花了，勒沃库森今年好猛，勒沃库森今年确实有欧冠4强水平啊，现在来看的话啊，确实好猛。主要是今年这个勒沃库森这个球队这个运气啊，是真猛，老绝平绝杀的勒沃库森。德甲今年挺猛的。荣中昆州算不点吃，阿姆拉巴特还是别来了，适合腾盛，保持发量信心。阿姆拉巴特真的很适合和这个叫做这个利物浦，为什么呢？阿姆拉巴特曾经是藤甲军，对吧？那这样的话，他跟滕哈格，他能够无缝连接你从荷兰来的费耶诺的主教练斯洛特，而且斯洛特也是一光头，同样对他保持发量也是有信心。所以说两相举，我觉得阿姆拉巴特甚至阿姆拉巴特去到这个叫什么利物浦，反而是帮助斯洛特完美融入啊，知道吧？很适合代替远藤航啊，很好啊。
阿巴上心不均素在面吃啊。然后阿劳霍进入曼台后，在卡拉宝冠军教头滕哈格的带领下，选择最有流量的踢法，进化成劳霍。你别搞了，我跟你讲，阿劳霍要是能被滕哈格带成那样，我绝对不相信足球了。这个球员再怎么着也不可能进化成劳霍的，知道吗？他在英超，我跟你讲，绝对水平够。他只要被别人受伤就是脆，他只要别老受伤，以他的水平，把阿森纳的队医开掉，对吧？把曼城的队医挖来，曼城的队医也有，你看今年谁是铁人，对吧？把阿森纳队医开掉啊，把这个就曼城的吧，曼城队医挖来，只要别受伤，是吧？以他的能力，在英超绝对是不说横着走，肯定是竖着走，没毛病啊，没毛病啊。下一个啊，青年妙道啊，如果罗拿欧洲杯，西拿美洲杯，谁更有优势？金球奖。刚才说过了呀，罗哥如果是金球，如果双方同样是踢满，同样是金靴，同样是金球，我选罗哥。如果是罗哥没踢满，不是主力，不是金靴，梅西是主力是金靴，那么我选梅西啊，因为我个人理解，在平台在这个都是完美发挥的情况下，欧洲杯的档次和含金量强于美洲杯。好吧啊，我是欧洲杯处啊。下一个啊，没事，西红柿炒鸡蛋，他们都截图了啊，不会给你漏的啊，都给我发过来了，小黄啊。下一个啊，这个国足必胜啊，宋志锦呢，我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意志坚定的走自己的路，狂，没问题，国足必胜啊啊，你是这个一个非常帅气的人啊，狂，每个人坚持走自己的路，兄弟们，一人51个赞啊，让我们这个路走得更顺畅一点，我得点51个赞，好久不点赞了。自己这个地方真的哎，小 B 啊，你真是水平太差，我自己都不能给自己点赞，怎么能指望别人给我点赞呢？改一改。下一个，接受平庸。其国内你有没有非常看好的年轻小将？没什么啊，我不太看国内足球，国内青训啊，不太看啊。我自从离开了国内足球之后啊，国内足球圈之后，我就不怎么关注他，也不怎么聊他了。为什么呢？因为一聊国际足球，势必会牵扯到千丝万缕的关系。我这个人呢，一般情况下脸皮比较薄的，啊，万一说到了谁是痛脚，他找我，那我跟他之间，你说还是我是继续跟他撕呢，还是说对吧？你为人讲话呢，人情这东西不演不了的。所以讲呢，我是不太会说国内足球的，不想碰这玩意儿啊。到时候又你比如说帮人说好话了，又是感觉收公关费了；没帮人说好话呢，又感觉是故意黑人家，那到时候弄来弄去麻烦大了啊。所以说国内足球看的比较少，但是我个人感觉呢，董老师那几个小将是不错的啊，吕梦阳是吧？啊，应该叫吕梦阳，那个应该还可以。那个球员我看他踢球啊很有灵性啊，有点像帕尔默那味道啊。然后这个剩下的国内球员没怎么关注过。下一个啊，王楚吉送出技能啊，其维尔茨3冠王加赛季不败，金球赔率也太低了，药厂不会造舆论。欧联杯冠军拿什么金球奖啊？有欧联杯冠军拿金球奖的吗？对吧？欧联冠军拿个金球奖，德国队拿欧洲杯的话，他还有点机会啊，对吧？你现在就是你这个，首先你德甲没流量，然后这个德甲本身在大家眼中就是流量就没这么大。如果说威尔茨在英超拿冠军还好一点。其次呢，你是这个欧联冠军呀，欧联冠军有什么拿出来讲的？那塞维利亚天天拿欧联冠军，也没见塞维利亚出金球奖啊，是吧？啊，如果说是欧洲杯夺冠队克罗斯啊，欧冠冠军嘛，加欧洲杯冠军是吧？维尔茨也不到时候，而且啊，你们有没有发现啊？就是金球奖的这个评选，你一年的表现是打不服评委的，你发现没？因为金球奖评选不是说根据数据来的，它很多时候是人投的，对吧？是人投的，人投的话，你要把评委打服，那么你看你一年是打不服的，2年3年你得是持续发力把所有人打服。你像啊，姆巴佩的时间差不多了，姆巴佩就差不多了，他就是已经大部分人都服了，你贝林厄姆都差点意思，贝林厄姆都差点这个就是让评委都服的意思。贝林厄姆现在其实贝林厄姆他第一年第一年是有竞争金球啊，因为姆巴佩有点这个味道了，服了啊。你包括这个就是评委就是如果说大家觉得差不多，投姆巴佩多一些啊，我觉得是这样的
啊！你不一年的发挥，感觉在金球奖里边评选，因为投票人投出来的，你要懂人性啊！人投票嘛，你要不然把他打服，要不然你讨人喜欢，是吧？啊！因为这些评奖投票这些人啊，他们是就是，哎。潘大送的300电池啊，潘大送的300电池。我哥们儿是詹姆斯球迷，今天我和他打球，我对他说：“你上篮真像詹姆斯。”他就要揍我，为什么？为什么？我不懂啊，我不太了解，我也不懂啊，我不懂篮球的。我平时不看篮球，我哪知道这什么为什么，对吧？詹姆斯我觉得很厉害，詹姆斯，我是不是篮球历史前3球员，是吧？突破啊，这个投篮样样精通，经常绝杀，而且第4节，而且38、9岁年龄依旧能够拿到顶薪合同啊，是NBA 历史最长的和，对吧？非常强大的一个球员，为什么会有你？他会骂他要揍你呢？你的朋友不能出了，真不能出了，你夸他是这种历史超巨。是吧？他还要跟你喷一喷，还要说你啊。如果你说我投篮像科比，对吧？我绝对不可能跟你吵的。你说我投篮像这个科比4氧化3铁、3氧化2碳，是吧？那我也没问题啊。这有什么？下一个啊，92年的马岛送的300电池啊，92年马岛送300电池啊。你穿10号的原因是因为谁？穿10号是。这时候狂野震撼亚洲。哎，我最近看这个叫做我最近看这个叫做这个题，真是看得我这天头皮发麻。就是2字配4字是吧？2字配4字啊，狂野震撼亚洲啊，烤鸭最后一只。这个太逗了，这个太逗了，这个真是我最近就天天看到这个梗啊，就天天看各种评论区刷什么哒的1、2、3、4、5、6，这个太牛逼了，这个梗太逗了，这个梗太逗，我最近天天看这个梗，太逗啊！我是康永站黄耀祖，我是科密加微密啊，兄弟们啊，别尬黑啊，看科密加微密啊，但是你像什么2氧化碳、3氧化2碳、4氧化3铁，这都是确实11年打的臭，对吧？11年的梗玩就玩了，我也没什么沙克也干了，没问题。但是科比确实强啊，巅峰时候科比你要说他不强，你纯扯的，是吧？我是觉得科比不比乔丹差多少，是有差距，但是不比乔丹差多少啊。下一个啊，我刚刚到底在笑什么？笑这边你看来了，就是这种字体你没听过吗？站住，我的奖杯。可厌，这还雨山，这啊，就这种，你不知道这个梗吗？啊，弟，啊，你不知道这种梗吗？92年的马斗300电池，你穿10号的原因是因为谁？我穿10号的原因是因为谁？是因为从小穿10号呀，因为从小到大10号就代表着核心。如果我那个球踢球似的，就10号是核心，啊，10号是核心，所以说我从小到大就是核心，我一直穿10号呀。啊，从小到大我就是核心，我一直穿10号，对吧？一直以来我就是10号队长加核心啊。我刚才踢中场，后来踢前锋，我没有因为任何人，因为教练员他们第一选择都会把10号给我，给别人不服啊，对吧？所以说我每到任何一个队伍，我都是身披10号战袍，都习惯了。除了到成年队，呢我是37号，37号为什么叫37号呢？因为当时也是选，我选37号是因为我王楚钦有一个谐音嘛，有一个谐音啊，下一个啊，凯隐纵横宇宙，伟大，毋需多言。下一个啊，为什么不穿7号？不尊重我罗？7号球衣一般情况下，那个时候选球衣的时候啊，7号领军人物不是 C 罗，是贝克汉姆啊，是贝克汉姆。那个时候都是小时候踢球啊，那时候是贝克汉姆，还不是 C 罗的。我肯定不选贝克汉姆啊。我不是那种喜欢看脸的人，我是主要看气质的，对吧？我选10号领袖那种感觉啊，完美。齐威尔茨，下一个，这个伊蒂哈德
姚子送礼呢，其把成全员给你磨，让滕海带，能拿英超冠军吗？手拿把掐，手拿把掐，手拿把掐。你让曼城，我不要曼城，不需要曼城那些其他的边角料，给我一个曼城，我想想啊，给我一个阿克，给我一阿坎吉，给我一鲁本迪亚斯，给我一格瓦迪奥尔，是吧？再来一沃克啊，中场我就要一罗德里，再配一德劳内，对吧？再来一这个菲尔福登，再来一个格拉利什，中锋来一哈兰德，是吧？这个阵容就行了，其他人我都不要，边角料都不要。波拉多席尔瓦再来一个波拉多席尔瓦，我觉得英超随便打啊，随便打，这不随便打，这不随便打，不随便打，我去，这就比赛不随便赢啊！你这种不是一点问题没有啊。下一个下一个埃德松给你们留着吧，你们那种埃德松、马特乌斯、鲁伊斯、鲍勃、里克鲁伊斯给你们留着呀啊！我就要点这种边角料就行了啊。下一个第一种送你呢啊，评价哈维西蒙斯未来可以竞争11中吗？现在说哈维西蒙斯竞争11中啊，有点夸张了。哈维西蒙斯啊，未来11中是谁啊？贝林厄姆，假设不受伤的佩德里，是吧？啊，威尔茨，穆夏拉，对吧？这些球员目前是竞争啊，阿戈德高啊，这我阿戈德高也快竞争到这个竞争档次里了啊，赖斯是吧？啊，这个哈维西蒙斯还早点，而且哈维西蒙斯我觉得未来可能会趋向于引锋和边路，这个球员再看一看，这个球员很好啊，荷兰人里面最有天赋的，目前为止新一代啊，荷兰人里面啊，对，包括菲尔福登，对。Stein 送礼呢啊，乌加特、埃里克也不用，买来我人配合莱莫尔可以的，乌加特可以的。巴黎圣日耳曼如果能把乌加特4、5千万卖掉的话，我跟你讲要抢疯，要抢疯啊，要抢疯的。首先，曼联缺后腰是吧？啊，利物浦缺，拜仁是吧？拜仁缺，巴萨缺。啊，这个球员应该是需要抢分的，要抢分。但是曼城那边这个球员呢不太有要，出球一般啊，出球一般。埃里克不让踢，估计也有人买。这个球员挺好的，我看他比赛挺好，他在乌拉圭巨猛。今年为埃里克不让踢，他还有一次机会证明自己，就是美洲杯。他如果在美洲杯表现特别好，还是有戏的，还是有戏。啊，下一个啊，省流都缺，慕容子英啊，你作为我们这个《仙剑奇侠传》的这个粉丝起这个名字，但你这个省流都缺，一点都不幽默。你应该是省流全部都缺，省流全部都缺。我总算说了一个，我赢了兄弟们！今天我刚才想了半天怎么组成1-2-1-2-1-2-3-4，总算想出来一个省流全部都缺，好吧啊。下一个啊，这个HRG 送礼呢啊，皇马5次淘汰卫冕冠军都夺冠，改制后决赛不败。皇马5次淘汰卫冕冠军都夺冠，改制后决赛不败，这种历史记录啊都是狗屁。这种所谓的魔咒啊，除了心理暗示没有任何作用，知道吧？除了心理暗示没有任何作用啊，除了这个心理暗示啊，没有这个一点作用啊，因为这个历史都是用来打破的啊，一场场踢吧。一场场踢吧啊！看章马上讨薪，拙劣航母掉头，嘴反应真快。下一个啊，这个要 YOGTO 齐能生的胖猫事件吧，我都说了很多遍了啊，兄弟们，我再说一遍啊！你看这个也问的啊，哎，萨马尔也问的，齐咋看胖猫的事儿啊？爱人先爱己啊，然后呢？长个心眼可以的，但是也不要因为这种事儿就觉得这个谈恋爱什么的多么恐怖啊！我觉得生活里边还是好人多，但是呢，一定要爱人先爱己啊！很多时候呢，你要明白你自己就是爱自己，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啊！是不是？就有一句话那句话呢，其实电视剧里经常有，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这句话呢，乍一听好像很自私啊，但是很多时候好把它，很多时候在某些时刻用上啊，是没问题的。啊，没问题。下一个啊，这个叫做深有松你呢啊，你对多特不续约罗伊斯这件事怎么看待？从球队的技战术角度上来看，没有任何问题。我是这么觉得啊，就从球队的技战术来考虑的话，不续约罗伊斯对于多特蒙德来讲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
啊，但是从球队的传承文化上来看的话，是差点意思。多特对自己的定位还不是那种，证明多特对自己的定位并非超级豪门啊。就如果说是一个超级豪门啊，就如果定位你比如说像拜仁慕尼黑这种，或者说你像这个叫做曼彻斯特这种，对吧？就是他肯定这种情况下，如果自己的功勋，哪怕我续你让他打个替补，是吧？他应该都没问题。多特感觉还不定位，感觉还是差点，而主要是他内闹翻了啊！毕竟赛季初宫斗失败了嘛。下一个啊，西红柿炒鸡蛋，七哥，罗伊斯要离开多特蒙德了，我哭死，哭啥呀？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是吧？罗伊斯走了，还有费伊斯，还有詹伊斯，还有科伊斯，对吧？不管怎么样，都有伊斯啊，有什么可哭的？不要哭了，是吧？你这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罗伊斯终年会退役，退役的时候说不定也会再回去啊。下一个啊。我爱读书，休斯保持现在的表现，拿欧冠和美洲杯能拿进球吗？维尼修斯啊，这个人缘差点，哎，这个东西就影响他拿金球奖的最大的这个问题。就这哥们儿呢，能力绝对没问题了。现在他如果拿了欧冠冠军，以他现在表现，我觉得他比贝林厄姆这个要这个税务高一些，对吧？如果再拿美洲杯冠军，那他在巴西现在税务也很高。按理讲他就是金球奖，按理说的话，你就是按理讲他就是金球奖，对吧？欧冠冠军加上这个西甲冠军、超级杯冠军、美洲杯冠军，对吧？如果说你考虑到一冠军，那肯定是金球奖啊，对吧？你比贝林还合适，是吧？但是就是这个评委们这帮人嘛，他投票的时候他是有主观性的，这个没办法，投票人很多时候你不能阻挡他喜欢谁和不喜欢谁，对吧？我觉得可能贝林厄姆在这有点这个，哎。加油吧，维尼修斯啊！我现在觉得他踢得蛮好的，我现在觉得维尼修斯踢得蛮好的，对吧？虽然你们说我是八狗是吧？啊，昨天读那个说什么维尼修斯黑子，对吧？我说实话，维尼修斯我经常批评他踢球的这个情绪太不稳定，但是我觉得他最近踢得蛮好的，情绪也好很多。我是觉得维尼修斯值得一个金球奖，如果说他是真正拿到欧冠再加美洲杯冠军的话啊。下一个啊。滕加狗滚蛋！哎，亚洲杯不会踢球的乌兹坦1-2-3跟日本决赛，亚洲杯1-2-3进了决赛是吧？真有劲没？真有劲没？加油吧！如果休赛期有时间，我也去现场看看中超比赛，支持。哎，这没办法。娱乐风中，七哥聊聊利物浦的散口饭。利物浦在曼联的道路上感觉一去不复返了。像，可以，这很可疑。啊，可以，这很可疑，对吧？啊，利物浦可能要在曼联的道路上一去不复返了。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如今的利物浦，他这个爱德华兹倒挺靠谱的。如果爱德华兹在的话，他能做好引援啊，那还可以。如果爱德华兹做不好引援，那么很大可能性，斯洛特他本身就不是个要权力教练，那可能一落千丈，是吧？那么第6、第8、第9，然后再换教练，然后又来好一段，又啪又不行，再换教练，哎来啪又不行，又换教练，那很有可能会走上这个反向循环上了。主要克洛普能力太伟大了，看看利物浦未来怎么说吧，啊，加油吧！砖头齐帅，你觉得居莱尔未来上线怎么样？很好啊，居莱尔长得很帅，上线贝克汉姆，全民偶像。居莱尔哪国家的？我看一下啊，有没有这个居莱尔哪国家的？居莱尔土耳其，那完了，土耳其不太行。居莱尔如果说是什么英格兰的、巴西的，是吧？什么这个就是类似于这种欧洲强队的啊，说不定就是下一届小斗战神。啊，说不定下一个小斗战神，啊，说不定这么回事儿。啊，能力上的话，目前来看很有灵性，在中前场很有灵性，很有天赋，很有想象力。但是呢，作为一个中场球员，需要走点重。
啊，跑能力不错，对抗能力略差，但是很有天赋，很有灵性，很有得分欲望，是一个不错的中场的可培养性的球员啊。凯文·杜朗内头教练池，其有个问题一直困扰我：曹植可以7步成诗，但如果曹丕让5步蛇咬他一口怎么办？他可以走5步啊！哎呦，你不会以为曹丕那7步成诗是就走7步吧？啊，曹植他是这么回答，他是这么走的啊，他是这么走的，知道吧？7步啊，背着手走1步，哎，等想半天，然后那边咳嗽一声，哎，再走1步，想半天，对吧？哎，再走1步。啊，就得他走1步要花好几十秒，知道吧？你不能说是把他，你觉得他像我们一样啪啪上来一高抬腿走7步啊，两码事儿啊。他走个5步，走4步，都耽误点时间，对吧？来个这个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不就完了吗？啊，这没有必要。你以为他上来啪啪干7步啊？不太可能。曹植走步了，曹植走步了，把这人给我圈出来啊！这哥们绝对是一人才。把那个弹幕给我切出来，拍照。曹植走步了，曹植走步，曹植走步了，曹植走步了。你看，马老做的段位值啊，马老做的段位值啊。肘击、抱摔、掐喉、垫脚、飞踢和恶意踩踏，哪个更恶劣？锁喉是吧？垫脚、飞踢和恶意踩踏，哪个更恶劣？我觉得呢，肘击。应该抱摔和掐喉应该算是比较轻的，因为不太可能造成什么实质性伤害。那比如说，我说实话，我在场上那谁，对吧？梅西锁我一下，他那小手爪子也锁不那难受多难受。在比赛场上的话，锁喉应该算是比较轻的伤害。抱摔呢，也是一样，对吧？你看这个 C 罗那个抱摔那个裸脚那个，其实也没什么。肘击呢很疼，肘击很难受的，肘击可能给人肘晕的，肘击很恶劣。垫脚非常恶劣，因为垫脚很容易伤到别人的跟腱和脚踝。飞踢还好，一般情况下飞踢啊，对吧？正大国就给你急眼了，直接红牌下禁赛。恶意踩踏也很严重，恶意踩踏啊，恶意踩踏啊，恶意踩踏也挺严重啊。下一个，轩轩，今天看到有人说皇马就会摆大巴打防反，笑麻，能赢就行了，你管我怎么赢的呢？难道防反不是足球吗？对吧？我觉得我这个说的应该是很有道理的，对吧？能赢就行。我能考，我说实话，我高考考满分，我用的死记硬背法，我难道不是考满分吗？哦，你是什么？这个你是什么？这个又是什么？这个叫做你又是这个什么记忆法？又这记忆法那记忆法，哥们儿我就死记硬背，我考满分，难道我不是满分吗？对吧？你足球比赛场上能赢就行，你管我怎么赢的呢？对吧？哼。确实，管我怎么赢，怎么拷问锤的呢？哼，我赢了呀，管我怎么赢呢？我进杯赛我再说一遍，我的主队有决赛踢，你的主队呢？我的主队在踢足总杯决赛，你的主队呢？闹麻了。下一个啊。SA 的组里呢，如果皇马欧冠，德国拿欧洲杯，金球会是谁呢？如果皇马拿主队，如果皇马拿主队，如果皇马欧冠，德国拿欧洲杯，金球会是谁的？如果皇马欧冠，德国拿欧洲杯，金球会是谁的？皇马拿欧冠冠军，德国拿欧洲杯，金球会是谁的？看美洲杯啊，如果说是美洲杯夺冠，我就维尼修斯；如果美洲杯没夺冠的话，克罗斯吧，克罗斯吧，啊，克罗斯挺猛的，我去，克罗斯今天挺猛，啊，克罗斯，下一个啊，这个HAM， 你偶像少爷进4场34投4中，你上是不是也行？我上估计不行。威斯布鲁克这个球员现在打球就是一坨烂的一匹，好吧？啊，我喜欢他也不是因为他球打得好，对吧？我知道你们又要说唐庄警告，但本人我也认为他打得差呀。就像那句话，我难道喜欢一个球队，我必须喜欢一个冠军队吗？我不喜欢冠军队，我就没人权吗？我就不配说话吗？是不是？我喜欢威斯布鲁克，我也不说他人打得好，打得臭，那又如何？34投4中怎么样？精神属性。天宇之秋送的上面电池，垫脚的纯
我高中打篮球班赛头3回被垫脚，现在阴雨天下雨脚踝还是疼，肯定疼啊，绝对不能被垫脚，垫脚真的是挺搞的，垫脚的话有可能不仅伤到脚踝还轻的，说不定伤到骨头了，垫脚千万别学这一套啊，垫脚啊不能垫的啊，纯那个坏人啊，垫脚。下一个啊，下水道的老鼠。开始被主播的颜值吸引，后因主播的才华关注。好，感谢你啊，谢谢你的认可啊，谢谢你认可啊，谢谢你认可啊，谢谢你认可，这个叫做这个夏总啊，谢谢你认可啊，谢谢你认可，谢谢你对我的认可啊，谢谢你对我的认可啊。腾腾哥给我滚蛋！王楚奇，我的奖杯杠哈兰德，我的，下周把票投给你啊，我的腾腾给我滚蛋，我的啊，我的问题啊，我的问题啊。闪现宝马啊，宝马总送你的啊。评价一下现在的索博，感觉没有当赛季初表现好了。你不能只看索博斯洛伊的状态，你要看你整个球队状态怎么样。你就跟切尔西上赛季都不行，那你不能只盯着哈弗斯看，不能只盯着芒特看，不能只盯着科瓦西奇看，你不能只盯着恩佐看，你得看你整个队伍怎么样。如果这个队伍很好，但是你不行，那么证明你垃圾。如果整个队伍都垃圾，你不行，那么只能证明你跟他们都是垃圾。对吧？所以现在这个情况，你不能说只把这个锅往他身上甩，还是考虑其他人啊。利物浦现在整体状态下滑，跟索布斯洛伊有关系，但是也不是完全是他的关系，那毕竟来第1年嘛，对吧？包着考古的骨头送你呢。齐楚世界第1，低调，我是第1、第2和第3，好吧？好吧？王菲罗啊。阿迪 ZZ 送的电池，请分析多特现在官宣罗伊斯今夏离队，是因为多特宣传部被巴黎买通的可能性。多特宣布罗伊斯离队跟巴黎有什么关系啊？不会怎么影响战斗力的呀。他跟宣布主教练离队是两码事。他跟宣布主教练是两码事，可以，这还应征。他跟这个宣布主教练是两码事，宣布主教练可能造成军心动荡。对吧？但是罗伊斯走对球迷员来讲，最多有点兔死狐悲，最多有这么点些许的不适应，有点怀念啊，但是完全不至于在比赛场上会有什么大的影响啊，我是这么觉得啊，我这么觉得，跟巴黎没什么关系啊。凯文诺他们为什么奇幻故事里为什么奇幻故事里为什么奇幻故事里小布偶喜欢抢东西？这是设定原因，还是以个体敌视全体的这个蔑视？设定问题啊，应该是设定问题。因为呢，他肯定对于这个球队啊，就不是球队啊，就是在这个生活当中啊，或者在游戏里边，肯定要有反派的嘛，对吧？肯定要反派的。你比如说我在游戏里面我弄一个反派，那么肯定需要他来衬托我在正派或者衬托我这个英雄的这个伟大之处、伟岸之处嘛。对吧？所以说呢，肯定要设计一些就是微小的，或者说一些这个叫做生物存在啊。所以说就有了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啊。你说这个情况，我觉得这个东西也可以理解吧？啊，可以理解啊。下一个啊，又说鸡哥啊，滕子要来拜仁了，如果来了会什么样的情况？滕子肯定带的挺好，我觉得我个人感觉滕哈格去拜仁应该会很好啊。这是我觉得啊，我觉得滕哈格这个教练员的战术方面是可以的啊，战术方面是可以的。战术方面啊，当然了，开玩笑的啊，他战术方面也很臭啊，有时候很臭，但是他最起码他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这一点他比这个恩里克啊他们要好一些。我觉得滕哈格如果去拜仁，不让他管引援的话，滕哈格应该还行。我是觉得滕哈格去拜仁呢，应该能带着不错啊。滕哈格，感谢我了，去滕哈格，但是我觉得滕哈格不会去，因为拜仁会留他，因为曼联会留他的，他不会走的，曼联没别的选择。小报上经纪人，作为二哥的我台，能不能在512的时候送温暖？不可能。曼联本赛季就剩2场比赛，一场赢阿森纳，一场赢曼城，雨露均沾。告诉你们，英超谁才是老大？赢阿森纳，告诉你们，英超我也能争冠，只是不想争。赢曼城，告诉你们，你曼城就算4连冠、5连冠，在我面前还得是俯首称臣，好吧？2场球啊，2场球啊。
小明看足球后最爽的事儿就是看失败者破防，这不是最爽的事儿。看足球最爽的事儿，我这个今年发现看足球最爽的事儿是这个，不管是自己吃还是别人吃都很爽，就是啊，这个是现如今这个看足球世界最有意思的事情啊。回旋镖啊，下一个啊，真的啊，我感觉足球这没这个东西，真一点意思都没有。足球如果没有回旋镖，将索然无味。你找不到我送你的啊？为啥感觉哈堡脚下盘带过人技术要好了点？天天在曼城那个体系里边练，想不好也难呀。天天跟瓜迪奥拉两人天天玩技术，瓜迪奥拉的训练方式，你可以想象曼城的训练得多细，不然怎么可能练得出这么多传控呢？你天天在里边踢，你这傻子也练好了。哈兰德为什么这个突破盘带呢？他的盘带就只能简单的，他重心太高了，他离球太远，你知道吧？离球太远了。哎，他要能够矮个10公分，可能盘带好一点，但是一样的冲击力没这么强了，是吧？啊，学习秘密怎么送你呢？啊，拜仁冠军、巴黎亚军、法国冠军、英亚军，进球谁呢？拜仁是冠军，巴黎是亚军，法国冠军，拜仁大冠军就凯恩是吧？然后巴黎亚军让姆巴佩。然后就是凯恩跟姆巴佩两人争，然后法国冠军、英格兰亚军，那肯定是姆巴佩，啊，那肯定是姆巴佩，因为拜仁如果是冠军的话，巴黎是亚军，然后法国拿冠军，英格兰拿亚军，那么这样的话，姆巴佩在欧冠上属于凯恩，但是姆巴佩有2个国内冠军，而凯恩只有1个欧冠，那么姆巴佩又利用了欧洲杯拿下了凯恩这个欧冠对了他欧冠的这个荣誉，那么就肯定是姆巴佩，而且最重要一点，你们要明白一个惯性思维，就是投票是在欧洲杯之后。那么欧洲杯对于投票人的这个冲击是最大的，对吧？如果投票是在欧冠之后，可能这个票啊，可能欧洲杯这个影响没那么大。但是因为他是先打后打欧洲杯，欧洲杯打完投，那肯定我对欧洲杯的影响最大，因为他的印象最深刻嘛。下一个啊，最佳歌手齐胜，请问索斯盖特在什么情况下才会下课？今年8强就要下课吧？今年8强就要下课。8强没进4强，我感觉要悬了。英格兰这个阵容不进4强就是失败，除非输给法国啊。如果说爆冷8进4输了啊，肯定拜拜。这个有点暴力了，这个 Singer 啊，他说什么 KD 把 MVP 送给妈妈，然后 MVP 是妈妈送的啊，这个叫暴力了，这个我就不给你上了。这人家打的确实好啊，对吧？人家那个我看到他的数据那么棒啊，不能认为人家有个好妈你就否定人家努力啊。小磊送你呢，多特传统队长退役前1年现任队长，本来就要退，对啊，这也证明了他不会续约嘛。如果罗伊斯离开多特宣布退役，那还好；如果说加盟别的球队，确实是有些许的唏嘘吧。定海神针送你囊啊，传球、盘带、射门速度哪个最看天赋？肯定是盘带啊，也不是速度吧？速度吧。传球是可以后天练的，盘带呢，如果说你是节奏感很好，也可以练；射门呢也可以练，唯有速度是天生的，就是老天生下来你的速度的最高点就在这儿了。你像我生下来，我再怎么练，永远不可能跑过姆巴佩，是吧？这就是速度这个东西。但是呢，我生下来，如果是姆巴佩不练，我练我就比他射门好，就我们俩就是我不训练，姆巴佩训练。我训练，姆巴佩不训练，那么我的传球、盘带和射门肯定比他好，但是我跑不过他。我觉得这个东西你们能理解吧？能理解吧？就是速度在这个天赋上面是它是可以，就是在你的上限在这儿，可能你生下来在这儿，你上限在这儿，你如果练能到达你上限，但你上限是到顶的，是到顶的。博尔特生下来不训练能跑这么快，100米肯定不一样。博尔特在足球场上。100不一定跑得过加特林足球场上跟田径是不一样的，因为我当时为了增加自己的速度，专门跟田径队练过一段时间。这个100米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当时田教练告诉我，他说叫节奏。100米就节奏，就是足球的时候的冲刺，你的重心和你的是在前面的，但是呢，田径呢，它是一种跨的感觉，就是跨的感觉，两码事。光来引擎送的3个电池主播评价一下安东尼奥·席尔瓦的实力，能顶掉国家队的鲁本吗？挺不像鲁本，
卢本现在我虽然天天说卢本不赢，但卢本现在确实是世界上最好的中后卫之一，世界级中后卫，对吧？卢本迪亚斯肯定能力没问题的啊，安东尼奥小瓦还年轻了点顶不了卢本迪亚斯。你要顶个佩佩嘛，还有点希望。安东尼奥小瓦挺好的，未来说是好中卫，但是现如今你顶卢本迪亚斯难度太大了。卢本迪亚斯现在还是葡萄牙算是最好的中卫，佩佩呢，我觉得卢本迪亚斯加佩佩啊比较稳定啊，比较稳定啊，卢本迪亚斯加佩佩。这个球员虽然我天天黑他啊，黑着玩的都是啊，但这个球员绝对是现在还是很好的啊。伊蒂哈德的姚总你呢？行，足总杯给你，你能保证揍了阿森纳吗？首先，足总杯不是你给我的，如果你给我，我就不要了，明白吗？如果足总杯是你送给我的，我就不要了。我赢了你，打掉你拿的足总杯，你曼城苦吃哈叉的跟我拼没拼过，我赢了你，正大光明击溃了你，全胜曼城拿下了冠军。什么叫你给我？两码事，好吧？啊，两码事，你别让我啊，别让我啊，别到时候好像我让了你，好像是你让我一样，真是搞笑了，真是。啊，一总你呢啊，七哥，明天斯图加特和拜仁怎么看？德甲联赛啊，现在你们不用带有多大的心态去看了。德甲联赛现在拜仁慕尼黑肯定是以练兵找状态为主了啊。至于球队的状态水平什么的，我觉得拜仁现在状态呢，想输应该不太，我觉得拜仁能赢，但是呢，打法什么的要看他的用人。拜仁现在肯定是100%是轮换啊，然后这个休息调整啊，以这个为主啊，这种比赛就没有什么看的必要啊。主要还是拼欧冠了。西北市总你呢？其实我人似乎还有机会吗？肯定有机会啊！奔着点球去，老子给你踢点球。我是拜仁就这样，蹲坑，来吧，皇马。皇马跟拜仁比，皇马有一弱点是板凳深度不行。皇马的球员啊，相对来讲少一点，老一点。拜仁球员相对多一点，对吧？拼120分钟，哥们儿，咱俩就战120分钟，有种打点球啊！打点球输了我认了，是吧？啊，有机会的拜仁。下一个，你找不到我看森林哈堡换上去那还过人，给我看陌生的都。哈兰德会过人，只是你们以前没看过他比赛。曼城球迷以前看过他多特蒙德比赛看了，他是有冲击有反击能力的，他只是在曼城没空间。他的过人跟梅西不一样，梅西过人是这样的，梅西过人是，对吧？这样像一只小跳蚤一样在这个人群里这样对吧？但是哈兰德是这样是这样。这样的知道吧？啊，这样的，他这手大开大合的冲起来的，他本来就是会过人啊。上一个啊，second 送你呢啊，皇马冠军、德国冠军能拿托尼克罗斯拿金球奖吗？你皇马冠军、德国冠军，我觉得是托尼克罗斯，我感觉是托尼克罗斯啊。小跳蚤是人家以前外号，我叫小跳蚤是梅黑，你们这帮人没看过球吧？小跳蚤以前是梅西外号，兄弟们别瞎搞了好吧？梅西在刚出道的时候外号叫小跳蚤，这也成梅黑说的，我去！你们是没看过比赛吗？没看过球吗？以前很早之前，梅西在巴塞罗那刚出道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对他这个昵称是叫做小跳蚤，是吧？还真有人喷我是这个梅黑说的，这是太语音了，我去，这是干嘛呢？别搞啊！梅西以前叫小跳蚤是他的外号，那时候所有球迷都叫小跳蚤。后来呢，那就跟那个时候伊瓜因诺叫小烟枪啊，他装起来了。他出道的时候就看球了呀，对呀，他出道的时候就看球了，你没想到吧？这就是你想不到的点。为什么呢？因为他出道的时候，我们每天都要在教练员的安排之下，欣赏5大联赛的比赛，所以说他踢球的时候我就看球喽。他踢球的时候就看球了哟，没想到吧？啊，下一个啊，看到5周3面吃，看到又是考研嘛，考研就少好好看书啊。其巴萨明年超市是否开张？除了亚马尔、库巴西，是否有其他非卖品？佩德里、德容、阿劳霍去哪儿？巴萨明年超市是否开张？除了亚马尔、库巴西，是否有其他非卖品？亚马尔、库巴西、加维，目前说是这个非卖品，然后其他好像全部都可以卖。佩德里现如今不知道会不会卖，佩德里如果会卖的话，我觉得曼城可能会动手吧。但是佩德里现在风声不是很好，没有说是巴萨一定会卖他，佩德里可能还在看。
阿劳霍、曼联和拜仁会报价。德容的话现在不好说，德容看看应该也是曼联跟巴黎吧，巴黎好像很想要德容，巴黎好像很想要，好像很想要。修公有送你呢啊，修公有送你呢啊。300电池，多特现在这死出真想抽他，不知道怎么说了。现在对于多特球迷来讲肯定是这样的，近些年要成绩没成绩啊，要比赛没比赛啊，要成绩没成绩啊，要这个人没人是吧？结果呢叛徒愿意请回来来养老，自己的球队的领袖核心一直以来的顶级球员，如此忠诚的球员啊，确实没办法续约，属实是有点难看啊。下一个啊，齐胜，罗伊斯要离开多特了，拿欧冠有几成几率？20%吧，10%吧，啊，20%，10%吧。T 之用300电池，祝康纳总考研加油，希望你是考研最后一站，康纳加油，好吧，加油。唉。多特欧冠冠军的几率还是小，关键他进决赛打了2个队真没法打，但是一回合制又不一定。奎因兰军、图赫尔、曼联，若真会再牵手门吗？图赫尔不可能来曼联，曼联现在如今也不需要图赫尔吧？啊，孔蒂去切尔西倒是有可能的，切尔西有可能，曼联还是滕哈格。图赫尔要是来英超的话，我觉得图赫尔可以考虑等一等，明年看看有机会啊。今年图赫尔我要再休息休息吧。啊，图赫尔跟孔蒂肯定两人还有可能是有 beef 的啊，这个很正常啊，因为教练员之间他们之间也是有脾气的，特别这种顶教练员。伊蒂哈兹的摇子，那你别要了，阿森纳跟我们一起揍他，来这儿，闹麻了。基连，我普通家庭可以让儿子踢足球吗？4岁，踢球不要花什么钱啊，如果你有天赋的话，我跟你们讲，兄弟们，我说出来你们不信，我从小到大踢球真没花什么钱。我小时候踢球50块钱一个月，我那时候最开始的时候50块钱一个月，后来嘛涨到200块钱一个月，现在是300块钱一个月，400块钱一个月，一周练5到6天，是吧？然后我11岁就去省里面了啊，一个月生活费200，然后到14岁就不要交钱了啊，然后这个偶尔交点比赛的钱啊，但是小学时候交比赛寒暑假2、3千块钱、3、4千块钱出去比赛，然后12、13岁以后就比赛也没花过钱了，后来就这样还好吧。我以前打踢球反正没怎么花过钱，可能是因为我太优秀了啊！我小时候踢球感觉这个一路很顺啊，这一路很顺。你看我10来岁、11、12岁的时候就被选进去了，选进去之后就从来没调出过省队，然后就也不要花钱啊，反正就跟着踢呗，啊。但是我建议你们踢球呢，当成一个爱好就行啊，别把它当成什么这个职业。现如今确实是风险太大啊。KK 是我啊，热刺下个赛季怎么办才能稳前4啊？热刺下个赛季怎么办才能稳前4？买中锋，买边锋有机会吧？热刺后卫很好，就是锋线，换2个锋线，我觉得热刺是有机会的。啊，换一个批锋线，花个2、3个亿买点顶级球员、顶级前锋，热刺这个球队还是没问题，明年前4。然后明年竞争力也大，阿森纳、曼城是吧？曼联、热刺、切尔西是吧？利物浦啊，这几个队竞争还是很强烈的，有机会，热刺加油吧！那我说普通家庭能踢，因为我是普通家庭踢出来的，你不信？我是亲身经历者，我说这话他不信，那你怎么办呢？那我就说踢不出来，好吧？啊，没有10个亿，不要踢足球，好吧？啊，也可以啊。不过我从小到大踢球确实遇到太多坏人，坏人是多了去了。我跟你讲，其实而且坏人有些时候你都不知道他是坏人，你只有事后才知道他是坏人。如果有时间吧，看哪天有时间聊一聊啊，就这种就是背后阴你啊，想坏了你职业生涯啊，他甚至没有什么好处，他就是想坏你啊，就是想害你。啊，包括这个背地里吃拿卡药啊，这种事儿确实存在过。下一个啊，阿里亚，其怎么看免签丁太浪费续约，高价卖的成对米？怎么看免签放丁太浪费，续约高价卖的成对米？
精神股东，也挺好，很有主人公意识很有主人公意识也挺好的，是吧？首先呢，你如果是高价续约，就不可能高价卖掉，这个首先呢，他就是不太懂这个足球行情。如果工资高，你转会费就低。什么样的球员转会费低，转会费高？工资低，相对廉价工资相对廉价那边人家的工资呢，就是没超过人家的工资薪资标准。你曼城这个薪资标准，续约40万是吧？还40-50万的，一上40-50万，都不知道那3多的年龄了，还想卖高价，不扯吗？你这种是不可能的这种是不可能的在足球比赛当中，足球这个俱乐部管理，你别人俱乐部老板也不是傻子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这个呢，没运好。好，兄弟们，姚妹来了喵喵送的300电池。如果受伤会很花钱，我有个朋友富二代，韧带伤了4-5次，去国外治疗花了几千万，确实我跟你讲，我这个膝盖，如果当时能去国外的话，我估计还能踢我这个膝盖。前几天我跟那个谁旺仔一起打篮球打完之后，我这个膝盖我给他看就是我这个膝盖就直接就肿这么高，直接就是这个膝盖肿这么高，这没办法没办法，确实是水平有差距。我是在这个水平有差距，就是同样的伤，可能那边可能3-5周，我们这边就得3-4个月，有差距伤病是运动员最大的天敌。好，兄弟们，今天我们到这儿了咱这个明天这个叫做咱明天7点钟解说阿森纳，好吧？今天到这儿，兄弟们，拜拜，爱你们